嘿，你们好哈。那这是今天的3张牌。那如果你要看久一点呢，你可以按下暂停。如果你已经选好了号码，记得在留言区做一个更强的连接哈。那不啰嗦，我们就开始喽。好，那我们就从开始选到第一号牌的第一题开始哈。第一题我们有死神牌跟金币7了哈。那我们直接不啰嗦，直接从死神牌开始说哈。那我们第一题是问说谁把温柔全部交给你？好。那么死神牌出现在这题的时候呢，他所说的温柔啊，并不是一开始那种就能够轻易看到的那种表情跟行动啦，而是经历过很多的失去之后呢，告别之后、蜕变之后呢，才懂得把心完整的交给另外一个人的内在的深厚的情感，很厚实、很诚恳哈。所以这组牌呢，象征灵魂在进化、更新。意味着那个想把灵魂交给你的这个人啊，并不是表面单纯的甜言蜜语，而是他经历过了非常多的痛苦、痛楚之后，才学会了真正的珍惜跟给予。所以他对于人跟人之间的情感是非常深厚、重视，不容易交出来的。好，所以呢，在爱情能量上，我们死神提醒我们，真正能给你温柔的人啦，他应该是慢慢的靠近，他不会张扬哈，他不会用太过澎湃的热情这样子去走到你，而是带着一种你会看到他的各方面都是一种全新的姿态走过来的啦。因为他可能曾经爱过，曾经被辜负，也可能他自己放下了，走过了，他的内在很多的沉重，还有一些东西已经去无存菁了，已经都重复了，重新来过了，然后已经是一个干净的灵魂往未来的路径在走去了。所以在这个过程里呢，他的心变得非常的柔软了，然后也变得很亲民，非常明白是要怎么样去守护下一个出现的人哈。然后他也从这个角度之后，他知道哪些人是他，哪个人是他不会再错过的。所以死神的温柔呢，在今天这一题就展现出来了。它带着一种转变的力量，非常柔软哈。然后他不是他如果跟你他遇到你了哈，你会发现他对你不是那种轻飘飘的、很简单的呵护，而是他会非常的用力。他曾经失去过，所以他这一次再遇到的时候，他绝对不会放手的那个坚定感，他会展现出来。所以这样的温柔会有一点深沉，甚至会让你觉得有点重量哈。但正因为如此啊，他后来未来跟你很接近的时候，要给你的时候，他给你的每一句安慰、每一句话语，都会让你觉得非常的真实，很难怀疑哈。所以你可以想象一下，它就是那一种冬天过去，然后那些冰雪哈在融化，然后在土里的那些春天的芽哈在慢慢的破土，所以它的样子就是那一种从死亡跟沉寂之后再重新展现出来的一种全面的新生机啦。所以死神所代表的那一种爱情的模样啊哈，就是这个人外在看起来非常安静。有一种不易靠近的一种气息，可是呢，当他出现在你面前的时候，跟你表达他对你的喜欢的时候，他内心早就已经全部都准备好了。他不用琢磨，他不用探索自己，他也不用去修正自己，他也没有在治疗自己的过程，那些都已经全部完整了。他现在往未来走去的这个路上啊，除了寻找很多他的人生的新的位置，或是他已经找到了，已经变成一个全新的样子，他内心也已经用纯粹的温柔跟纯粹的全新的自己，好。这份爱已经留给下一个值得的人，所以你一出来的时候，他发现你的时候，对他来讲是非常笃定的。好，那我们再看到金币7这里哈，其实我觉得金币7的出现啊，表示这份温柔，因为我们这题在提温柔嘛，表示这份温柔呢已经有很懂得生活，很理解现实状况的，还有而且非常有耐心的一个形状。好，毕竟这个是土能量嘛，所以它象征了某种等待啊、经营啊、累积。哈，它就是在田野里嘛，一个人蹲下身子哈，然后看着自己种下的每一颗种子慢慢的发芽，在欣赏着。这意味着这个想把自己的温柔全部给你的人啊，他并不只是感性上的一种付出，他其实更愿意用时间去陪你，更愿意在跟你告白，告诉你他喜欢你，或者他出现在你面前的时候，让你在意他之前，他会用很多的时间慢慢去证明他是怎样的人，他是怎样值得你喜欢的人。所以这份温柔呢，是一种缓慢的、持久的。金币7在告诉我们，这份爱啊，绝对应该说不会是一见钟情的那个火花，而是他会后来在跟你相处的时候，认识你之后，他会慢慢的一天一天的愿意给你一点点的养分，直到你相信他这一个人能给予的感情是真实可靠的。而且啊，
他不会是花言巧语的人，他会在你的生活里面用很多的小小的行动展现出他对你的关心，记得你的习惯呐，还有知道你在安静的时候需要陪伴呐，然后甚至你在规划你自己的未来的时候呢，他也知道怎么去给你一些建议啊，甚至需要支持的时候或支援的时候，他也会在旁边。所以金币七也透露了这是一个很等待的意义，所以他可能呢，从一开始认识你的时候做朋友之后，他都一直用这种远远观察你的方式，不会立即行动，而是一直在期待着培养着一个正确的时间。然后这种等待呢，这种行走呢，并不是犹豫了，而是他一步一步的都在确保说，当他要把整个温柔交出去给你的时候，你会接住，他也接住你。他希望我们两个人互相不辜负。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高度成熟跟稳健的爱的付出的样子。他在孕育的那个果实，整个过程他知道不能急躁，可是他每天都会呵护着，每天都会观察着。最终呢，他相信那个果实一定是甜美的。所以在这份爱情的能量里啊，金币七的出现，让我们看到一个脚踏实地的守护了，表示说他的温柔啊，绝对不会瞬间的就突然跑出来的一股热情的，然后就告诉你说他喜欢你，而是他会一步一步的在你的生活里面不知不觉的感受到整个关系被滋养，感受到它的重要性，甚至呢，他跟你告白，或是他跟你表达他对你的心的时候，你会完全的信赖他。所以一开始认识他的时候，你也许已经感受到他的喜欢了，或是你们一开始遇见的时候，你们就已经有可能类似一见钟情，都 OK， 都有感觉。可是你会觉得，好像为什么整个进度这么慢？可是其实啊，金币七就揭露了这个脚踏实地的步伐了。所以等到后来有一天，你已经渐渐的觉得它很重要了，然后回头看这整个过程之后，你会发现，它其实在一开始就已经准备好了完善的路径了。所以呢，我们在这边再看到死神牌跟金币七的结合，这边我们要看到的是说，当死神跟金币牌相遇的时候，我觉得这就是一份温柔，它就像冬天之后的春天啦，经历过了很多的结束，经历过了重生，却又很有耐心的等待的让这个爱生根。这代表那个想要给你温柔的人是一个曾经走过谷底，懂得珍惜，不会轻率的，就跟我们前面讲的一样。但是他一旦选择了之后，他就会用真实的，而且用这种稳健的步伐，慢慢的走到你身边。所以这份爱我觉得不会急躁，然后也绝对不会是一种短暂的很轻薄的一种浪漫，而是他每一步都会给你一种非常深沉的承诺，然后一步一步都在告诉你说，我已经准备好了，我要把最完整的温柔交付给你了。然后慢慢的在你面前展现出那一份爱意的时候，你会感觉到人生未来的方向跟蓝图你都能够想象得到。我再补充一下，我再多讲一下这个死神跟金币七的结合的部分，因为我觉得它好像还有，因为前面这两张牌我觉得讲的不够彻底，我在这个位置再把它讲清楚一点。我觉得当死神牌跟金币七相遇的时候，爱的温柔的样貌跟深层的样貌都会具体的呈现在面前，因为死神牌带来了某一种你有意识的去结束很多东西，然后让你自己去重生的状态，这个是在诠释他的部分，在他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他已经进入完全重生的状况了。然后那你自己的心灵的重生的话，会在后面的牌，或者在后面的那一个宝剑十的部分会讲到。所以金币十象征某种耐心跟耕耘的等待，所以在这两张牌结合的时候，会象征说这份浪漫呢是慢慢的会走到前面，越来越累积出那个温柔呈现在面前。所以你们应该有一种节奏感，会从一些很特别的相遇认识，然后慢慢的一步一步走到确定爱情。会从生活里面慢慢累积出来，你们不是突然蹦出来，你们会是慢慢的走过去的。然后他从一开始就是以一种全新的，已经对自己有一种全新的蜕变的面貌展现在你面前，他不会拘泥以前的，反倒是你内心可能有一些拘泥以前的东西的时候，会因为他的出现而改变，而被影响，知道要立刻放下，因为你会被他的这个重生蜕变的能量所带领，所引导出到更好的位置。所以我们这边再看到死神牌，死神牌讲的是一些冬天告别落幕意味着在那些老房子旧房子里面，它仍然在地下的泥土会长出一个新的芽啦。所以当这个灵魂靠近你的时候，想要把他的温柔给予你的时候，他并不是一个完全没有过去的人，他有非常强烈的过去的失落，跟他有非常认真的去狠心的去结束过去的，他一定很深刻的感受到爱，也深刻的感受到痛过，也非常明白什么叫做失去，然后辗转的回头知道说他非常明白他现在真正要守护的价值是什么。所以他看到你的时候，这里死神牌的能量就告诉
我们，他看到你的时候，他这一份想要付出给你、靠近你的能量是非常有重量的，而且是非常准确的，而且是非常慎重的。他会一步一步的把他自己交给你，他也会一步一步的让你明白说他是值得你接住的。这个是他经历了死神牌之前的那个蜕变之后非常成熟明确的选择，而选择到了你，因为他会感觉到你就是他的那一个确定，然后你会慢慢发现说他给你的那份温柔从来都不是一时冲动的，而是在他的灵魂深处一步一步一步苏醒过来，把自己交到你手上，而你也接得很舒适，不会觉得一份是一个很大的压力。这就为什么会有一些节奏感，慢慢的交到你身上的一个意义啦，哈，不会直接就丢给你了。所以呢，他才会再用金币期去补充这一个节奏。因为金币期这里补充了某一个面向，就是他知道这份爱不能急躁，他需要一些时间去慢慢的经营。那你会发现，哈，他或许已经出现在你生活里，但是他从来就没有立刻冲到你面前，而是默默的观察，甚至呢，他有很多机会可以就到你旁边聊天，跟大家朋友出去的时候，或是在同一个场合的时候，他可以用一种莽撞的、直率的个性走到你面前去跟你说，但他发现没有这份关系，他觉得一定要像种稻一份一份松土播种，这样子慢慢的靠近，要非常谨慎。但是他每一步都没有缺乏真心。金币七这边在告诉你，他这一个人知道每一步看起来像是等待，每一步像是缓慢，可是其实这整个过程啊，他是已经看准了，会在某一个最好的时间点去跟你表达才是好的，因为他觉得这是对你的某种责任。他从一开始就知道这是对你的某一种认真跟谨慎，他希望最后他表达给你的时候，你已经在整个路径上都看清楚，他是慢慢的往你这边靠近，而你在他这份靠近的时候，你也已经准备好了，你也在准备了。好，虽然他没有特别要求你要准备，但他知道你会因为他慢慢的出现，也把自己准备好了。所以在这里，死神牌跟金币七融合的时候，我觉得他在描绘的是这份爱情到出现到确定关系的，它是一个深层的，而且已经建立出非常有耐心的。它会影响到你们两个未来如果确定关系在一起的时候，因为你们已经经历过前面的了，不是鲁莽的，你们的磨合期出现的很早，在朋友的关系，在一些小小生活上就已经磨合出来了。最后在确定关系的时候，只是让你们的关系变得比较有凝聚力，比较时间感是被理智的要求在同步，或是住在一起的时候在一个空间，或是后面常约会的时候就已经知道彼此的生活方式。这个在确定关系之前的这个缓慢，其实是你们两个给予彼此的某种温柔啦。可能就是因为他经历过了非常多的风雨，而你也有你自己的生命经历，在你们前面做朋友，或是慢慢变成好朋友，在交换自己的人生故事的时候，你们慢慢的知道彼此这份慢慢走到确定关系这个路径是你们对彼此一个很高度的温柔，而这个温柔让你们觉得很踏实，也觉得很真实啦。然后其中还带了某一种对爱情的重量跟慎重，然后对于未来如果真的确定爱情，还觉得是一种很稳定的感觉。他虽然没有一定把目标放在说你一定要答应他跟他在一起，可是他内在的那种肯定是知道说你是他生命里现在很重要的人，他只知道要珍惜你。之后的任何决定，我们慢慢的走到那里再说。其实他内在有这种很强的深思熟虑的一个节奏感，好，因为他把爱看得比较大，他发现你了，他就觉得这份爱存在了。好，那他的出现对于你的影响，我觉得，因为这两张牌土能量这个节奏，不是土能量了，就是这里金币七的这个能量哈，加上死神牌的水能量，它这个一种酝酿的感觉哈，其实会让你觉得这个节奏有点困扰，有点困惑，为什么这么慢？为什么不早一点？哈，明明你已经站在他前面这么明确，为什么不直接确定关系或什么？可是他真的这一题，他是要你未来再慢慢的想到的时候，你才发现说，他这一个方式哈，才是会让你觉得很确定。在要不要在一起的时候，才会发现你其实是非常确定的，而不是在一个好像你还有很多的犹豫的时候，就比如说，他就觉得你觉得7分确定3分不确定的时候，就要确定这件事情，他不会让你这样，他这边要让你觉得说，你其实已经知道可以完全确定的时候，他也感受到你觉得完全确定，他才会慢慢的跟你讲说，好，那我们应该要进入到下一个阶段了，这样子，他会走得非常缓慢，而到这个缓慢的时候，你才会发现说，其实一切都一直走在一种稳定的状况，那是因为他都在准备好这些东西，所以。但是这两股能量出现的时候，其实死神牌的能量已经立刻告诉你，它出现的那一刻的时候，你就已经知道这份爱是出现的啦。好，只是金币七要让你理解说，要走到确定关系，
你们先把磨合期放在前面就好了，放在前面比较好，慢慢的。不用说突然跳都非常很接近，非常很密集的要相处，然后去磨合，用时间来赶你们。他这边感觉到他不用，而这一个金币期出现，告诉你说，这个人其实他在爱情上面之前的事情，应该让他现在变得高度的成熟。他拿得起放得下的感觉很重而他会让你感觉到的一个心意是，你的出现对他来讲已经很值得了。所以我觉得金币七跟死神牌的结合，算是一种心灵上、灵魂上，他对你的一种内心的某种承诺啦。他心里其实已经默默的跟自己说过，如果他再一次要选择一份新的爱出现的时候，他一定会全心全意的了。而你这个人，在你出现的时候，他的金币七的这个承诺的能量就展现出来了。他让他的承诺行为一种有时间的、有规划性的、有慢慢的走过去的一种行动啦。他会在这些行动都很明确奠基到某种关系的时候，他才会用口头上告诉你说，其实他是为了什么，为了要确定关系各方面，他才慢慢的走。他不会一开始就先告诉你，然后才慢慢的走，他不会，他会慢慢的走到他能够明确的希望你确定他是重要的，或是能接住他的价值的时候，他才会有明确的表达。所以他现在在靠近你各方面，你只会觉得说，他有一个你知道他很爱你的或喜欢你的人，他其实在慢慢的走到两个人的未来的某一个很重要的时间点而已。所以再做一个小结论啦其实死神牌在这里赋予了这份爱情有一个全新的能量而且刚好这个全新的新生能量在他身上展现的时候，才让你们这份关系前面变得这么稳固。那金币七只是在展现说，这份稳固是值得等待的，不要急，不要急，因为它一定会给你你需要的收获，绝对会有。只是因为金币七跟金币八不同的是，金币八比较像是有努力就有收获，是一种交换的感觉，很立即。可是金币七比较像是说，你已经给了最好的果，那个种植沃土下去，现在我们要的就是时间与耐心就好了，不用太担心。金币七在讲的是这一个，所以我们要看重的是，当他看到你的时候，而且他还选择要走进去你的生命里的时候，那一切就是时间的等待，不用担心中间会有一些辗转或什么，他就不见了，没有，他就是在默默的走到你身边。来第二题第二题是那个灵魂在暗暗的等待靠近，是怎样的灵魂我们刚讲的是他是谁，大概只是概略的讲一下他的轮廓跟他的本质上，我们现在就要更深入他的灵魂来看所以我们来看恋人牌。一开始恋人牌这张牌呢，常常带着一个很深层的召唤的感觉啦后面还有节制差点少说所以恋人牌带着一个很深层的召唤感，但它出现的时候呢，它在告诉我们有一个灵魂正在某个距离之外安安静静的在凝望你，就像刚刚前面讲，他其实在刚靠近的时候就一步一步的慢慢的靠近你，之前他已经在慢慢安静的在凝望你了，他还没有很立刻的走到你眼前，可是心里已经无数次的在反复的练习跟你的对话了。他这个是一个灵魂跟灵魂之间的一个召唤跟暗号，不需要语言，也不需要实际的行动，而是透过能量的共鸣而产生的某种等待。因为他的灵魂已经发现了你的存在了，所以他知道他看到你的时候，他必须要慢慢的走过去，不能急要一步一步等到那个最好的时机了。所以恋人牌这里的风能量呢，我觉得它象征某种交流、互动跟选择。所以在爱情能量里呢，它是一种相遇之前的一个感应。那种灵魂的等待我觉得它不是一个很急促的啦，而是一种恋人牌所带来的一种讯号，就是我知道我会遇到你，然后遇到了之后就知道说，我知道遇到你这一件事情是本来就会发生的，这是他当下的那个感知，或是他遇到你时候，他心里就会知道说，我终于找到你了，所以他心里早就知道你的存在。或是他知道他往那边走会找到你，他知道你可能的位置，在他心里灵魂被召唤的一个方向，所以他在行走的路径上面，他常常会觉得说，我只要再这样子往前走，坚定的往我的人生方向走的时候，一定会遇到你，一定会遇到那个适合的能量。这个是恋人牌在他内心在告诉他的灵魂的一种讯息，只是在现实中呢，可能还没有安排好最好的时机，所以在他有的时候可能在夜里然后独自寂寞或什么的时候，突然都没有什么事情的时候，就他心里就突然会有一种直觉会觉得说他的灵魂好像有另外一个灵魂在看顾，或是他的灵魂有发现另外一个灵魂在同一个世界里面互相有在给予方向感，或是丢到星空里
指着某颗星星说往这里走，这个就是一种内在的能量的指引。他那个时候会在夜晚的时候感到欣喜，而会破除那种寂寞。这个也是恋人牌的风能量的时候，会在某些瞬间的时候给予的一种特别的感觉。有的时候会以为我们是自己只是错觉的想象，其实对神秘学来说，我觉得这个就是灵魂的召唤，常常会带来那一瞬间的很奇妙的契机。好，所以恋人牌在这边也意味着选择嘛，所以他的等待其实也算是一种挣扎，因为他已经选到你了，可是他心中有非常多的选择，说现在该不该直接走向你呢？还是我应该打破这个距离，直接跳到你面前，直接就很莽撞的、直接的、毫不隐藏的就告诉你他的喜欢？可是这种挣扎呢，就是恋人牌在他内心里，想要看清楚很多东西了，因为他可能已经看清楚自己还没有足够的勇气，还没有准备好，因为前面我们看到了他的金币7的土能量，已经发现。说有些距离节奏还是要放慢会比较好，所以在这里呢，他在恋人牌的在内心是那个挣扎，其实有一些是知道跟不知道的挣扎啦。他知道爱情是双向的选择，不是他单方面的靠近之后你就一定会接受他，他需要的是他需要知道自己是准备好的，才不会让他直接出现的时候跟你告白的时候会产生某一种直接的失衡，所以他需要很多的观察，需要很多的确定哈。所以现在的他呢，宁愿在比较远的方向停留观察，等到你准备好，甚至是等到他准备好的时候，再靠近你，对你表白，然后两个人其实是同时伸手的那一个契机，他应该在期待那个契机。所以牌面上，我们常常在恋人牌上面看到那一种天使的光芒啊，或是两个人的身影啊，哈，其实这些意象呢是在暗示着说，这种等待、这种相见，并不是只是因为虚假的外表啦，而是这个风能量呢会在你们两个最靠近的时候，直接给予一个最强的推力，用最纯粹的、最真诚的你们，让你们相遇。而这个相遇的灵魂的时候，其实本身那些伪装啊、包装的灵魂早就不在了。所以，我们常常会看到天使牌里面的时候，会是比较接近赤裸的一种造型啊。可是那个是讲的是我们内在的 pure 的灵魂，所以对他而言，当你靠近的时候，非常靠近的时候，你的眼神、你的微笑，甚至你的偶尔的一些沉默的时候，都是灵魂给他的讯息。而你发现你已经非常靠近的时候，其实在很多时机上面，你们已经接近成熟了。所以在前面的牌的时候，金币7的牌的时候，才会发现说，慢慢的走靠近的时候，其实他有一点点像是越来越知道什么时候的关系是可以进入交往或确定的，因为两个人都会同时感觉到时机有越来越成熟，而走到了恋人牌的画面上呢，是两个人在最靠近的时刻迎接彼此啦，因为这个才是比较自然的模样去迎接彼此。所以呢，在恋人牌里面，更重要的是说，恋人牌代表一种其实恋人牌在代表一种。灵魂在某些时光，在某些象限里面已经有某种约定了，只是在最好的时间里面才会遇到。所以这个等待呢，我觉得不是一种有意识的等待，我觉得是时空已经安排好了最好的时间点，只是我们在自己人生的旅途之中，我们并不知道什么原因才让我们遇见，我们不知道什么原因让我们等待。好，我们以为很多都是我们自己去寻找的，我们以为很多的路径都是巧合的。其实在这个恋人牌出现的时候，它其实在讲的是有些约定，有定好了某些时间，两个人的完整度的时候，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会遇见。所以在灵魂的召唤里面呢，其实时间差不多到了，两个人完整度差不多到了，两个人距离差不多到的时候，灵魂已经在夜晚已经互相召唤了。所以你们做的很多决定、很多事情、很多生活空间，或是甚至走到了差不多的时间表的时候，都是因为灵魂已经在默默的约定，正在履行那个契约，让你们两个非常靠近。从朋友，然后变得比较熟的朋友，然后感觉不错式的交往，这些都是有一个很不错的背景旋律，你的灵魂知道，而你本身的肉体不知道啦。所以呢，像这样子恋人牌的等待呢，其实是一种很温柔的张力，就是说，他跟你的距离其实是一种安全的、慢慢的、静静的走到你旁边的这一种温柔，慢慢走到你旁边的那一种，有点像故事性的，没办法加速后慢慢的走，因为你的灵魂有可能两个人的灵魂，他的灵魂有在控制这个节奏，灵魂可能在说，还没有，还要慢慢的，不要太快，因为那个时间点已经定好了，还没有到，慢慢的走过去。就好了，所以恋人牌的这里的这份等待啊，比较像是一种誓言，比较像是一种命定的契约，已经说好了什么时候要相见，所以之前的所有时间，之前的所有的减速慢行，慢慢的走过去，都是在准备。即便已经准备好了，那就准备等待那个最好的时机就可以了，不要急。所以呢，我们在这边看到节制牌节制牌的能量呢，就让这份等待因为我们这题在讲说那个灵魂在安静的等待嘛，可是其实在讲是你们两个灵魂已经在呼应了啦所以呢，节制牌在这边在讲说，这份等待其实有非常沉稳、非常高的品质跟质地。这张牌本身就象征了某种
平衡融合跟耐心的感觉嘛，然后他也会在两个人的能量之间的矛盾里面找到比较好的智慧跟破解的方法，所以当我们两个非常靠近的时候，其实是已经非常好的完整度，已经高度对齐了哈。这组遇到的时候，其实没有太多需要磨合的东西，因为你们的灵魂在张前面的牌就有看出来了，其实你们的灵魂已经认识很久了，所以这一次遇见比较多的是在相遇，然后整个过程只是在等待再相遇而已啊，所以。那个灵魂，那一个人在靠近你之前，其实他也在不断的调整自己，所以现在的他其实一直在不断的提升自己、调整自己，就像刚前面的死神牌，他已经进入一个全新的状态了嘛。所以他看到你的时候，或许也有一些冲动，也有一些想要马上进入你生活的一种想法跟渴望。但是节制牌的能量正在影响他，跟提醒他说，真正的火焰绝对不要是一瞬间的燃烧就把它燃烧殆尽，而是要有足够的能力，慢慢的融入彼此的生活节奏，产生很强的存在感之后，建立出了耐心。然后慢慢的调整到彼此的频率契合的状态的时候，那个时候再去表达想要为对方守护，好，这也算是一种内在的自我修炼啦。那这里就已经解释了为什么前面静静的等待很重要这件事。所以节制牌其实表面上它是火能量，可是在某些情况上它是火水能量的一种结合的细腻的融合的状况。它表示说它能够把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不同领域、不同样子、不同本质的人都能够融合在一起，主要是因为。这份融合大部分取决于是在灵魂的融合，所以你们的背景、你们个性各方面都已经不是在这个问题了。所以在爱情牌里面，如果出现节制牌的话，我都会觉得说没有很强的阻碍，因为你的灵魂已经互相的认同了。所以可以看得出来，节制牌也在暗示说，你们的个性可能会相反，背景可能不同，人生的经历可能会完全不一样。但也正因为如此，节制牌才会在这边出现，因为他在讲说，你们的契合其实是灵魂的部分，你们的融合是因为有之前的契约已经约好了要相见，所以你们本质上的生活经历那些，只是让你们。变成完成的自己的速度的快慢而已，还有不同的形状。可能在未来这份融合还需要你们不同的样子来去做互补资源，然后扩大彼此的世界，让彼此能看到全新的不同的视野的不同的意义。好，所以在你们相遇之前，你们两个都会经历一种我正在愿意调整自己到更好的那个状态。你会以为是为了自己，其实当你们相遇的时候，你们的这个调整最好的状态，其实是因为节制牌的影响，让你们达到最后相遇的时候最和谐的那一份平衡啦。这个你们感觉不到，所以要专注的在自己的调整跟自己的提升哦。所以节制牌的等待呢，也意味着这一个提升的过程，也是对我们自己心里的一种疗愈，因为我们之前有很多的事情的伤口啊什么的改变了我们，所以。还有一些不敢碰的回忆啊，然后不想让它冒出来的一些回忆啊，所以节制牌也是在这个我们自我提升的方向的时间里面，也在做一个自我疗愈、自我释放、自我释怀啦。所以当你们彼此都慢慢的放下，然后才会发现说，其实我们对爱没有那么急迫，我们对爱没有那么追寻，而是也是慢慢的走到。可以相爱跟遇到那个人的位置的时候，其实也跟他看到你要走向你的节奏其实差不多的。所以现在的你啊，你可能不知道谁在偷偷喜欢你或什么，可是你对于你现在的节奏、独处的节奏、喜欢自己的节奏，慢慢的走边期待爱的这个节奏，其实跟他会是对齐的。因为他如果看到你了，他也希望是这个节奏慢慢走到那个对的位置，所以他有可能会从一个很普通的朋友，或是在一些共同的场合，健身房啊、补习班啊，或是咖啡厅啊，他可能已经出现了，他也看到你了，你们可能是彼此的陌生人，可是你们的时间表跟各方面已经有一些眼神的交换，知道彼此是有感觉的，可是都不轻易的靠近，都希望有一些不错的节奏，一次的到越来越成熟的点的时候，认识、对谈、交朋友这些的这份节奏，如果你心里有，那就表示他的能量跟你的能量在附近。已经有做一个重叠了，而这一个稳定性就是节制牌一直在其中做干预，而节制牌出现只是在告诉你说它是这样子的一个现况。好，所以在现实里面呢，他这个人应该会把自己弄得比较低调，不会过度表现自己啦。但是他的能量呢，会是一个持续的，在你的生活里面成为你每次想到的时候一个暖流，就是慢慢的会想到有这个人出现。的时候会一直慢慢的累积那个温暖的感觉，然后当你在心情低落的时候，你莫名会觉得说还好我的生活里面有这样子的人，然后觉得安心。虽然整个关系跟状况不会突飞猛进，但是当你孤单寂寞的时候，还会觉得说我的人生没有那么空虚到我跟整个世界是孤立的，然后没有人会想着我，没有人有可能会想着我，没有人对我的存在表达出任何的不关心，没有，仍然有。这样子的一个人，即便关心很弱，即便关心很淡，但是你有发现他有在默默的关心你，这就是他这个人在慢慢的存在你生活里面的重要性跟存在感的增加。有可能光是一开始初步以陌生人的方式常常看到的时候，
也没有任何对谈，可是那一种心理的连接，你就知道说，他可能喜欢我，我也觉得他还不错，可是你没有直接的交谈，可是这一份不错的暧昧舒适感，爱情的初步舒适感，会因为自己不太敢那么快进入爱情，可是心里又期待爱情的这一个阶段的时候，仍然保持着某种爱情能给的那一个温暖，然后会觉得说先保持在这个状态就好了，然后慢慢的走，慢慢的等待更好的时机就好了。所以我们从节制牌看到前面这几张牌啊，金币七，尤其是金币七节制牌，好，然后还有这边的恋人牌。其实这3张牌就已经在讲一件事情是，爱情其实已经在附近，在酝酿了，只是整个能量的讯息都在暗示我们彼此说，慢慢来，因为他会走到好的位置，不要急，他已经在慢慢的往好的位置走了。好，所以节制牌这边另外也代表了某种时间的概念啦。好，这边在讲的是说，有的时候那一种等待不是短暂的，有时候那种等待是在整个长久的时间河流里面的时候，只是一小部分的一种小停顿，可是其实整个计划跟能量的推动已经走很久了，只是我们在其中的一小段而已。好，所以在这一小段的等待，在我们现在的肉体肉身上，感觉它还蛮长的，所以很多人会在这种等待啊，做很多分析啊，选择就放弃爱情啊什么，这样子不对，爱情是退缩的。其实不用，其实我们要相信内心有一种信念，是整个宇宙或是我们的灵魂可能有某种约定，会让我们走到那个对的人前面，所以我们最后要守候我们内心的某种相信，我们相信它会出现就好了，不要失去这份相信的力量，然后安安静静的让这份相信的力量在自己的心里变得慢慢的强大，这个就是宇宙在赋予给我们的一种意识上、意念上的力量啦。所以我们常常来说要跟宇宙许愿啊，然后坚定啊，去许愿去显化，其实这些的本质上面就是你要有相信。要相信有些东西是有安排的，而在我们得到这个安排的答案之前，我们重要的是什么？提升自己，保护自己，让我们自己变得更好。因为我们永远都有空间，让我们比今天的自己更好。明天一定都会进步，我们就慢慢的让这份对自己的温柔，慢慢的培养自己，培育自己，直到准备好，然后它出现的时候，我们会很欣然告诉自己说：“其实我早就准备好了。”我就是在等待你出现，这样子了，我们让我们的灵魂状态变成这样子哈。所以节制牌最后这边其实在提醒我们啊，这个等待其实并不是说你没有出手，然后整个位置就缺席，而是这个等待是我们真的在等待那一个最好的时间点出现啊，不是你一定要走到那个位置坐下才是表示你走到了该属于你的位置，不是，你会慢慢的就走到那个位置的前面，你就发现说这个椅子这个位置是你的，你就会坐下来，而你还发现坐下来的时候旁边那个人就是他。但是你还没有走到那个位置，你太早跑去，他其实也都还没到那个附近哈。那就时间点跟整个能量的位置都还没有到，所以不要急。来，我们来看这里2张牌的结合哈。所以当恋人牌跟节制牌同时出现的时候，这个等待的灵魂的模样，就会被描绘得非常完整。那因为恋人牌代表着灵魂之间一种强烈的召唤，我觉得召唤的能量很强哈，因为它慢慢的走近。而节制牌赋予这种等待呢，是一种有温暖的，有一种固定节奏的哈。搭配了前面的金币七，确实这个节奏是很明确的。所以等待你的人呢，并不是因为犹豫而没有加速啦，而是他比谁都更清楚，就像前面的死神牌提示的，真正的爱一定要在对的时间发生，因为他死神牌的力量在里面有他一个大转换，他明确的知道什么是值得的，什么是有价值的，什么是他值得珍惜的，什么是珍贵的。所以这样子的结合呢，比较像是说在这4张牌里面变成一种背景音乐，恋人牌比较像是一种很美妙的旋律，代表了心里的悸动，然后节制牌代表了一种和声那种深沉的和声，然后让整个情绪变得很稳定。所以像这样子的一个独特的频率啊，其实在一种深夜里、夜空里，已经在互相的呼喊了。2个灵魂都已经听到了这个，我就听到了这个乐章了啦。其实灵魂呢，还比你们有耐心的在等待相遇的时间，他们早就已经认出彼此了。所以我们的肉体各方面就不要急着要出现在彼此的面前，也不要因为这种急躁而出现的时候，就立刻觉得要占有，然后舍不得，然后一定要把握在里，不要让它失去。不是这种，而是当你们一出现的时候，就会发现说，会明白说彼此是彼此的选择，所以前面才会有金币七这样慢慢的走到，因为在这个每一个步骤上面都会发现说，我们在一步一步的确定这份选择啦。所以恋人牌的能量会让你知道说对方是很重要的人，节制牌会让你明白说这份温柔，我们要慢慢的靠近就会看清楚了，因为整个宇宙的各方面的能量都在帮你调和到最好的状态了。我们自己可能无能为力去调和，可是宇宙在各方面调整整个状态，进入到比较柔和的平衡感。那怎么调和呢？我们能做的就是让我们自己内在有一种很饱和的爱，还有你要对自己
任何可提升的部分，就慢慢的提升，身心灵各方面都去提升。要相信自己还有更多的惊喜还没有创造给自己，送给自己的这种惊喜的礼物，我们还没有创造给自己。好，所以我们要把恋人牌跟节制牌看了一下，大概它揭示了一个很重要的讯息啦，就是两个灵魂都已经在互相等候了。好，其实已经互相等候了。我们讲到这边都看得出来，灵魂已经有互相召唤了，而且那个约定的感觉，那个之前有下契约的感觉，好像有出现了。不然不会开始在这么平淡的生活里面，在出现的时候，即便只是陌生人，即便只是初步的好友的时候，互相看到的时候，会有这么有感觉的一个瞬间。所以选择1号牌的朋友，其实有些人应该已经有对于一些陌生人，常常出现在同一个场合的陌生人，已经有特别的感觉了。而那个感觉不是自己一厢情愿，而是两个人对望，或是会发现好像时不时的想要去看一下这个人有没有在，偷看一下这个人。其实这个就是灵魂的召唤已经开始了。好，如果有这个状况的朋友，其实那个灵魂的召唤跟节制牌的调和已经差不多调和的完整了，只是在等待那个好的时机、特别的时间点、特别的事件、特别的感觉跟那个心情情绪在起伏，在最好的位置的时候，可能就会出现一些很明确的表达。来哈，我们来看到第3题哈。第3题是它出现的时候，你会感觉到什么？我觉得这里就是要探讨一些很明确的感应啊哈。所以我们先从宝剑侍者逆位开始哦，后面是宝剑10。所以当宝剑侍者逆位出现的时候，它会揭示一种心灵哈被打乱的一个能量。这张牌本来那个风元素就代表很深层的思考啦，观察试探。好，但是它因为它是侍者嘛，所以它一种比较 pure 的状态，它比较初级哈。可是这个逆位的出现的时候，就会发现说，这股能量有很多的翻转，跟很多的怀疑出现，更多的不确定出现。尤其它就是初级的，所以很多的答案都找不到。这意味着它出现在你生命里的时候，你最会感觉到的是你周遭有很多的不安定感，跟一些些微的小混乱的出现。这个是能量的浮动的影响了哈，跟它没有直接的关系，而是能量的第一次碰撞的时候，这边宝剑侍者在做一个诠释。所以呢，它可能一开始出现在你的范围里面的时候，朋友圈里面的时候，这个周边2个圆圈的边际的时候，可能不会是一个最完美的状况了，因为我们刚刚前面讲了，它有一些死神牌跟一些金币7的节奏感嘛哈，它没有那么快，因为他自己也意识到说那一份不完美跟其中的一些笨拙啦。可是呢，当你们一开始可能初期以朋友的方式或是以陌生的方式遇见的时候、认识的时候，还是会把这个笨拙跟那个言语之间的很难以捉摸跟有点小小不投机，对话很不明确的这个东西还是会展现得出来。可是很奇妙的是，内在的心跳仍然是加速的，并不影响，只是表现上可能会比较没那么理想而已哈。因为毕竟宝剑侍者的逆位象征着一个措手不及的靠近，因为他本来在正位的时候，它算是一种很自然得宜的，怎么样靠近的那个风能量都很顺遂，好像有一种很不错的幸运值在。可是在那逆位的时候，反而是那种被催促着，现在就要进行的感觉，所以它有一种措手不及的靠近。所以你们的第一次遇见，有可能是因为其他偶发的特别的事件，让你们非常靠近，而不得不产生一些互动啦。可能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在同一个场合出现的时候，可能你掉了一个东西，他掉了一个东西，少了一个东西，然后后来他帮你捡起来，告诉你，然后就产生一个对话，或是在这个空间里面说一个转弯处的时候，突然转弯了，然后一个想靠右，一个想靠左，可是2个都靠左，就变成2个有一种奇妙的交集，所以就产生了第一个对话，就是不好意思什么这样子，然后就产生了一种很奇妙的第一个些微的互动，这个笨拙感也会出现在这里啦。可是这一个接近后，会让你们内在的直觉跟心理的加速的跳跃比平常在更多，而且你们的这一个近距离的眼神的交汇会比以前的更深沉。所以宝剑侍者这张牌是在提醒说逆位的时候，表示他会在一个尚未完全成熟的时候，会达成了第一个初步的状况或开场，会有一种结巴，言语很难说因为他那个理智上的东西是没有办法处理的时候，事情就要发生，会有一种不知所措。其实2个人都有可能会出现，但是他会展现的比较多啦因为这个表现是比较多的是他那边所过来的能量的意思所以这份不完美反而突然展现了什么？他最真实的第一面就被你看到了。你可以发现他的可爱，你可能会发现他没有去美化过的眼神，没有去调整过的眼神，就是一个很简单的表情，各方面你就会发现那一个最真实的样子被融合在某种笨拙跟小小的小可爱里面的状态的气息里面就展现出来了。而这个东西其实会触动你内心某些柔软的部分。所以逆位的宝剑侍者它不是一个不好的牌，它反而是一种被其他的宇宙的能量推了，要去先偷偷的把一些它的真实先
有一些捷径，或是偷拿出来给你看一下。所以当你们一开始初期的时候，可能会遇见这一个状况，这个是非常特别的一个，怎么讲，也不能说巧遇，而是我觉得这个就是我时常才说的那种我们在等待那种奇妙的契机点。那这个契机点发生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被吸引了，他被吸引了，因为你们两个人能量互相被干扰了，然后理智被压下来了，那个情绪就在心里变成一种悸动跳动，突然就跳了起来。这样，其实那一个瞬间可能只有1-2秒，可是一直在你脑海里重复播送好多次，都可以到1个小时这样，不同的时间再播送一次，不同的时间再播送一次，其实一直在重复播送。那个时候开始的时候，你的世界应该已经开始被搅动了啦。所以这一种初登场的感觉哈，其实蛮像是你在路边走着的时候，就突然一阵强风吹来，然后就你的帽子被吹啊，或者你头发被吹乱，一瞬间你能够立刻整理好，可是你突然会怀疑说，奇怪，这种风和日丽的白天怎么突然有一阵这么强的风出来了，而就再也不发生了？其实就大概是这种感觉。然后你在这种瞬间出现的时候，你跟他这一个初次见面这个状况的时候，你会发现说，这也许就是爱的讯号，没错，这就是爱的讯号啊！因为你的灵魂已经先行的互相召唤了，有的时候我们的肉体真的是跟不上啊。其实我们的心理灵魂互相召唤的很确定，可是我们的肉体会有很多的害羞啊，理智很多的害羞、不确定，或是会有冒犯，或是我自己自作多情，会有很多这种思绪在我们这种平凡人身上会跑出来。所以这种混乱其实它不是偶然的，而是我就刚刚讲，你们两个的能量的波动已经开始在互相打扰了啦。所以这个就是宝剑侍者逆位这边在告诉你的那一份心神不宁，其实就是你们的灵魂有点太靠近了，的某种苏醒状态。除了召唤之外，这一次可能还非常靠近，还重叠。所以呢，我们再看到宝剑十，宝剑十这是非常强烈的牌。这真的是非常强烈的牌，所以这里是2个风能量哈。因为宝剑十常常被描绘出一种很残忍的嘛，因为10把剑插在一个人的背后啊，看起来画面很残忍，可是我从来都不说这个画面很残忍。我一直在告诉你们的讯息是，宝剑十只是它的最前面画面，只是让你们感受到结束。可是我们要看的是宝剑十后面的那一个海洋汪洋跟2个彼岸，还有后面的天气是日出，是初始晨曦，它不是日落。你们要这样子去看，你们就会发现说，它是某种粉碎之后的释放。所以，当它出现在你的生命里面的时候，你会感觉到一种剧烈的翻转。翻转就在这宝剑十里面出现了。你内心会有一种某种你原本相信的秩序、相信的和平，在它出现的时候突然被打破。你突然心里会有一种觉得，咦，我原本以为在独处的世界里面不再相信爱，对爱不信任，我喜欢这个孤独感，过去的阴影我已经排除掉了，我也不会再去创造一个新的阴影在爱情里面了。突然这些价值观、这些概念就瞬间被刺破。你在哪一瞬间突然相信说爱又来了？瞬间就打破你原本的那一些界限。然后它的靠近，你无法再假装说没有发生，这个就是宝剑十的能量在做一个大的转弯。宝剑十的能量的转弯跟死神牌的转弯不一样，宝剑十转弯在这一个无意识的状态，你就突然清醒了，发现你已经在彼岸了。宝剑十的状态是这样，然后当你回过头看的时候，你才发现说，原来之前的那种阴影啊、孤独感啊、不信任感，不小心被你丢掉了，在上一个船头。上一个彼岸去，怎么丢去的忘了，就是这里突然戳破的一个瞬间。所以因为宝剑十1到10，它再回去到1，有可能再回到0，有愚人牌出来，它再回到0，它就是要到下一个部分了。真正的困扰是9到10的这个部分，当时直接出来的时候，它就是后面有一个过去已经结束的状态了。所以你在他身上会感受到可能那种不是最甜美的浪漫了，而是那种我必须完全卸下以前的那些坏事情的给我的震撼，而接受现在当下的这个新的震撼，是新的世界、新的领域再来了。但是它还是会让你有些感觉到说，会不会是就以前的爱情又再出现，然后你心里可能有一些可能敏感的人会开始在心里有一些落寂的感觉。会突然再猛烈的来，因为有类似的感觉有出现，可是，在同时，你反而比较相信说是新的曙光的到来，是开始，不是结束。所以这张牌啊，代表是一种，我觉得，当我其实蛮喜欢在某些我们在问说一些辗转的时间点的时候，翻到宝剑十的，那就表示说彻底的觉醒了。而且是自我的不知不觉的，而不是审判牌的叫醒，而不是死神牌的你自己决定了往那里去，你很清楚。而宝剑十就很像是睡醒了，就发现你已经在新的境界了哈。所以这种彻底的觉醒呢，会在他进入你的世界的时候，你突然发现你已经不一样了。
你突然发现你以前那些脆弱的那一面，你早就面对了，或者现在就面对了，而且就可以把它放下了。所以以前的那些隐藏的恐惧啊、伤痕啊，会在它靠近的时候会瞬间出现，然后又瞬间的消弭，会在提醒你，它出现是在提醒你说，你已经把它留在过去的彼岸了，不在这个新的彼岸了，是这样子。所以正因为如此，你才会在它出现的瞬间跟彻底的对自己的疗愈做一个终结，做一个句号。好，所以你会开始相信这个人的出现不是要重复去掩饰你的过去，而是他是来瞬间帮你看到说旧的模式已经结束了，旧的模式已经走到尽头了。所以宝剑十的能量呢，它绝对有一种初始晨曦跟黎明将至的一个讯息。好，它是那种蓝蓝淡淡的紫色的消灭，蓝蓝的出来，然后一些橘色、黄色就开始浮现的那个画面。太阳还没上来，可是你已经知道那个光亮那个画面。如果你有宝剑十的牌，你有韦特牌的原始牌，你再把那张牌拿出来，再仔细看一下这个人的背后的那一个夜色跟初始晨曦的那个状况，你仔细看。然后很多牌都会在诠释这个，他们会特别诠释这个才是我们在宝剑十要看到那个远方的光，意味着你最初与他相遇的时候，心里已经被那道光打击了，而知道这是个开始，而不是这么负面的结束。你已经彻底的解脱了，你已经彻底的意识到说，你不用再背负那些以前让你觉得很沉重的东西了哈。所以呢，这两张牌的结合的时候哈，还是要重复讲一下，就是他在你出现的那个瞬间的时候，你会感觉到你内心有一个灵魂风暴，就是旧的过去跟新的自己的认知突然打架了哈。那侍者牌的逆位是代表说这个措手不及啦，这个措手不及，在你们会出现一些巧合的状况都措手不及。然后宝剑十的时候会突然唤醒你某种已经结束跟新生的那个状态。然后我觉得他比较着重在宝剑侍者逆位这里，他这个措手不及就像我刚刚讲的那些小场景。它是一个外在的其他的宇宙的能量把你们推到最靠近的时候，让你们用一种没准备好的方式登场。它会有青涩，有表达不清晰，会有一些困惑，可是却无比真实。而这个印象，可能在未来你们可能有交往、做朋友、确定关系之后，你们都会想起那一刻，那一刻是非常关键的一刻。所以这个时候，宝剑侍者出现逆位这一个状态的时候，反而很像是什么？很难以忽视的小声的一个鸣笛声，或是一个不知道很强的亮点，把你们本来的很多的僵局都释放了。所以你可以等待一下这个巧合的发生哈。我觉得这个才是这里的牌里面最特别的一点。虽然它的力量在整副牌里面不算强，不算特别强，也不算有非常远的未来性，可是它却是一个很重要的一步。而且这一步还是没有准备好的，而是在对的时间点，在某一个时间穿梭很难以几率非常低的交汇点的时候，它会发生。好，那他用宝剑侍者出现后，就表示说，好像宇宙有等待着，有看准了那个发生的时间点，所以我们就乐观的等待就好了哈。好，那这个就是第1号牌的朋友哈，然后很长哈，谢谢你听到这里，希望给你一些心理的期待跟方向哈，那祝福你。好，我们现在来看到第2张牌的第1题哈。那么第1题是问说他是谁，他现在在哪哈？所以我们直接从权杖1的逆位和太阳牌来看一下这张牌了。直接看权杖1的逆位啊哈，我觉得它是一个新生的火焰啊，它原本正位哈，它原本代表很多创造的开端跟无限的可能啊，这本来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起始的牌。可是当它逆位的时候呢，有很多东西被压抑起来了，然后也延迟了，或是它是一个点燃，然后无法完全点燃的一个火把。所以我们把它放在他是谁，他现在在哪的这个提问来说的话，其实他这张牌在告诉我们说，他现在正在被某种生活压力束缚，无法完全展现自己的状态。可是在这里会用权杖1，用权杖的能量来形容他的话，表示说他其实内在是带来了蛮高度的热情跟梦想的。然后他现在也在等待一个最好的时机展现，然后他现在也处在一种很好的学习时机里。所以这些被压抑不代表说他现在的状况很糟，而是那是外在给予他的压力，可是他自己内心应该还是非常澎湃的，对未来有非常多理想的哈。然后他心里应该已经开始非常多的计划了，然后他的热情其实是没有被消灭的。
那对爱情这个部分呢，其实他早就已经准备好，遇到爱情的时候一定要燃烧起来。所以基于某些原因啦，他的脚步现在应该是停下来的哈，因为他处在某一种跟现实抗衡的过渡期，所以我有点分心。所以他现在应该还不会出现在你面前，因为他现在即便想要找到爱情的话，可是他现在还有其他的东西在分散他的注意力，而且分散他的注意力有很多的核心价值在于他的责任感，跟他需要更多的努力。即便他其实内心也很想找到爱情，因为是权杖的能量，好有在吸引他要寻找爱情，他心里也有这样，可是他现在没有办法直接奔向你。可是这一个火能量让他知道说，他必须要完成很多对现实的抗拒、抵抗，让他自己升级之后，这份火能量怎么样都不能被压抑，不能被压抑可以，但是不能被消减，他还是要保持这个热能。所以权杖一的逆位在告诉你说，他内心还是充满力量的，只是他现在所处的环境不允许他全面的释放。所以他处在一个他需要整理一下、调整一下方法，调整一下他的事业啊、课业啊，或者找到一个新的出口。所以你要知道他并不是已经不去寻找你了，或是他已经看到你了，他已经放弃去追寻你。其实没有，其实他现在正在那一个他要在更加的细心准备的路上，而现在很多的环境的压抑，给他挑战，他其实知道说，要给予一个人爱情，其实他自己要准备的足够完善，而且是要比他原本以为的要更多更好啦。所以我们再问说他现在在哪？我觉得他现在应该处在一个外在环境看起来很平静，可是内在压力很大的一个地方。因为我觉得这边看得出来，他内在有一个很强烈的火团，然后被包围住了一直在自燃，一直在消耗他自己。可是我发现他的正能量很强，他一直很想要行动，一直很想要突破，可是他也没有被打败，他也没有想要停下来或是逃避，他没有。然后他外在呢，因为内在很澎湃，所以他外在不希望别人发现他内在这么多的浮动，所以他外在会显得特别安静。可是他内心早就已经锁定好他未来要走的方向，他想要遇到的人，他想要的自己的事业，他想要自己的人生长什么样子。所以权杖一在这边提醒你这个人可能离你不远，只是你还没有看到他内心那个火焰，而且他现在处在一种比较安静沉默的位置。即便他已经看到你，你已经看到他了，可是他也不会把那个喜欢展现出来。为什么？这边前面讲得很明白，他觉得自己还没有整理好，所以他还不准备释放出那一个爱的讯息，所以他在等一个很好的时刻，等一个很好的契机。那是什么时刻？就是他发现他已经对抗完他这些旁边在压抑他的所有的外在能量，他要展现给你的时候，是他想要让你清楚知道他的存在很重要，他的存在很有价值的时候，他会展现给你看。所以权杖一的答案是说，他怀抱着某种很强的热能，所以他这个在应用在爱情上面的时候，其实他会非常澎湃，所以他有可能真的展现给你他的喜欢的时候，应该会非常多的热情，而且他这个热情里面，你会发现说，他早就已经准备很久了，而不是只是临时的，不是突如其来的。所以我们这边看到太阳牌太阳牌本身就是一个充满光与希望的牌，可前面已经有火能量了。太阳牌跟权杖一的火能量有点代表1级跟100级的不同的等级，所以这边也有太阳牌的话，表示有些东西被照亮了。他内心应该有一个很强的纯真的全新的生命力，还有一种向往幸福的那一种内心有被照亮起来，所以他可能知道他自己是谁，他非常清楚他在爱情里面能展现出什么，而且他完全知道自己位在于人生的位置在哪里，他的心地很纯净他心是非常有明亮的能量的，所以他如果真的靠近，你会发现这一个人很真诚不复杂，而且非常渴望爱与被爱，然后甚至已经学习到的各种爱，他还愿意分享出去所以呢，我们先问到他是谁，我觉得他是一个即使在人生里面受到很多挫折，可是仍然会用笑容面对世界的人。他的内心很阳光，然后永远都有很强的力量在驱散所有的阴影。他不会伪装成非常冷酷，也不会用很虚假的面具来保护自己。他希望爱是非常透明的，就像阳光普照的一样，大地这样非常自然。这意味着你未来很快就会认出他，因为他展现出来对你的喜欢各方面都会很明确，而且他的气质应该会压过其他的人，他非常与众不同，因为他身边各种气场会带来一种非常干净的氛围。这个讯息你可以记得让人很想靠近，让人觉得很安心，让人觉得好像未来的世界都有光明希望，他可以创造一些新的可能。他就是这样子的人已经有双个火能量的加成，他绝对会展现出这样子的气质。然后太阳牌它其中还象征了某种什么赤子之心，这意味着他外表其实会保持像我们前面讲的平稳冷静，可是然后
故作成熟，会这样子。可是他其实内心那一份赤子之心会在你们非常靠近的时候，你会发现说非常舒适。而且他是用这种赤子之心去渴望爱情的出现，他会跟你单纯分享非常多的生活的小幸福啊、小快乐啊，你会让你觉得说他好像活在一个很甜美的世界里，可是他又用这种甜美的世界来对抗这整个世界给他的压力施压。他就是因为他心里知道说，我只要快乐的、纯真的面对这些东西，这些东西都能够被他，应该是说不会击垮他。因为他真心相信自己内心的喜悦可以战胜一切，他就是这样子的人哦。所以我们在问到他在哪里，我觉得太阳牌在告诉我们说，他其实处在一个他自己内心是一个非常明朗的一个处境里。虽然他的环境各方面有很多的施压，然后他可能也有过挫折，也内心也产生某些阴影过了。可是他一直有一种很正的正能量。积极的要去改变所有的挑战，积极的改变他现在的所有的现状，所以他的内心其实他明白自己能够走到什么样子的舒适的阳光底下，他明白，所以他会觉得现在的他可能就像权杖一的逆位这样讲，现在的他可能还觉得还没走到，可是他心里的那个正能量一直在告诉他自己说，雨天会过，我淋下雨没有关系，雨天终究会过。我湿了的身体没有关系，阳光来了我就会干。他是这样子的一个人，所以我觉得，如果要明确决定看到他在什么位置的话，我觉得他会常常出现在朋友的场合，因为很多朋友都很喜欢跟他在一起，会觉得跟他在一起有很多事情都变得很快乐、很舒适。这样，他从来不会展现，或是不愿意展现他心里的黑暗的东西，因为他知道他自己可以剔除跟面对，他总是会用明亮的方式展现给你。就像前面讲的，他一出现的时候会非常明确，因为他就是有一种清新 pure 的能量会出现。所以这边太阳牌的讯息是要告诉你说，他其实是一个内外在都带着强烈光芒的人，然后他不是没有阴影，而是每次出现这些阴影的时候，他都立刻能够把它驱散。他知道要驱散，他知道要面对，他不会回避。所以当他知道时机成熟的时候，可以告诉你他喜欢你的时候，或是在你旁边待到一阵子，他觉得足够了，足够好的时候，他绝对会用非常明确真诚的笑容立刻出现在你面前，让你知道跟着他，你也能够感受到他身边的那一些超强大的正能量。所以我们看到权杖一跟太阳牌的一个结合其实我觉得他这里把这个火能量、正能量讲得非常的完整即便他身边有很多的压抑，生活有很多的挑战，绝对都有。可是你会发现，他可能是你认识的人里面会用一种最纯洁、最纯真的乐观、正能量去面对的人。当其他人都走到某种低谷的时候，找他绝对没有错。你会发现他的那个负能量的最底最差的质量还是比较接近大家的正能量的值，它的负能量的值比较低比较少，不是没有，是因为它时常都让它恢复，所有事情都恢复到正能量的范围。它不是没有，它还是有那一面，可是它就是擅长去消除那些负能量在他身边打转。那可是现在的他可能有一个转换期，他可能正处在一种新的束缚、新的挑战里面，然后他还在对抗那一个现在所处的一个负担，因为他现在处在一个很特别的转换期啦，因为权杖一的逆位的关系，因为好像某些东西刚开始，可是起步还不够好，所以他现在还在对抗中。可是不久之后，你就会发现说，他早就已经解决这些事情了，因为他如果浮现在你面前，你感受到他对你的喜欢，或是开始他对有魅力吸引的时候，那就表示他已经回到了那一个最好的火焰、最好的太阳的明亮的位置，他已经回到那里了。所以当他靠近的时候，他绝对不会偷偷的用暗示的，或是用一些动作的告诉你，他会很光明正大的直视你，直接告诉你你的好、你的价值，他喜欢你，他绝对会这样子。好，我们现在来看第二题。第二题是我们要确定一下他靠近的时候会在什么样的情境，然后所以我们大概抓一下空间的这个问题。所以这里有权杖9跟宝剑3。好，权杖9的话，在这边出现，我觉得算蛮特别的啦。因为它原本权杖9带着一个有伤痕的，然后有坚持一些概念的一些牌，保护啊、保守啊，然后坚守自己的阵地的这种概念啦。所以
我会觉得，当他出现的时候，哈，他告诉我们，他的靠近不是，应该不会是在他心灵上是最轻松的，或是无防备的状态啦。而且你觉得自己已经走过一段很辛苦的路了，甚至自己心里正在疲惫的时候，然后它会出现在你刚度过某个挑战的尾声。譬如什么？譬如说你在工作之余，可能工作已经非常累、劳累了的时候，觉得自己我一定要回家，或是已经非常厌倦这工作的时候，他可能就会在朋友的聚会里面，或是在某个地方说你去吃晚餐，为什么他就会突然出现？然后他也有可能会在你课业、学业压力非常大的时候，走在路上的时候，他可能会出现。甚至有可能会是你结束一段情感的阴影的时候，开始正要走出来的，开始正放松的时候，开始觉得自己很需要保护自己，自己很值得的时候，把那个自我力量换回来的时候，它可能就会出现的。因为毕竟权杖九的能量板是一个火能量嘛，因为它已经到9了，所以它并不是一个很张扬的能量，它比较像是一堆木炭烧完的一种余烬，仍然有温暖，仍然能保护，还是有一些光明面的哈。然后你靠近它，跟它靠近你的时候，你会觉得你内心有一些需要被守护、被守住的力量的时候，结果这个人竟然能接住。所以他的情况像什么？他可能会在你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可能是你的各方面心力都很交瘁，生活各方面都很累的时候，他出现的时候，你发现，他接着住你所有的话题，他甚至还会在实际上跟工作上或是课业上各方面，他还能够给予你支持，甚至心理上、建议上，他也能够给予你支持哦。你会发现他在你很脆弱的时候，他像是一个勇士啊，保护着 Guardian 般的时候，就出现在你这里。所以他出现的时机会很像你开始觉得你自己快不行了，需要扶一下，有救生圈啊什么之类的时候，他就出现了。而且他的出现是一种新颖的，他不是在你原本已经可选择的朋友圈里面得到，他或是你的朋友里面得到，它是一个全新的力量出现。所以呢，虽然权杖九意味着是某种防备哈，可是它这个防备讲的比较像是说你的内在心灵状态开始出现，说暗示它要出现的时机跟能量有所牵引啦。所以你差不多开始怀疑说，如果它出现了，可是你还是处在一种对于情感有伤痕，然后不太相信的时候，你心里可能会出现说，这个人的出现可信吗？这个新的恋情出现可信吗？会不会重复跟 repeat 以前的伤口啊？但正是因为权杖九本身就是一个经历过很多事情而得到新的结论的牌，所以它的靠近本质上是为了要疗愈你的。而且这个权杖九的情况是暗示你的现况，你的现况出现的时候，就表示它是外来的能量来疗愈你的。可是它出现的时候，它并不是一个超级完美的，或是内心都没有受过伤的，他能疗愈你，就是因为他曾经也受过伤，而你们在对谈跟初步谈话的时候，发现说你们有很多的相似性，连伤口疤痕故事可能都很雷同，所以他知道要怎么小心翼翼的站在你身边，陪着你，保护你所以他的靠近并不是一个很耀眼的，可是他会有一种很奇妙的巧合出现，他会在某种你很需要某种新的神秘力量或是新的契机接触的时候，它就会出现，然后它出现的时候，你可能不会立刻发现它就在旁边，然后可是你会发现，当你真的想要去伸手扶住什么时候，它就出现了。这个意思是说啦，它可能本来已经出现在你的朋友圈啊，或是你已经范围里，它已经在附近了，可是你从来没有注意到它。可是它真正出现，它出手了，开口了，接住你之后，才发现说，它不是一个完全的陌生人，而是你们初步的有这么强烈的互动那权杖九的能量本来就是一种大的热能之后残余的温度啦，所以它同时也代表某种特别角度的一种很真实的力量。它讲的是什么？它讲的是所有的光鲜啊，所有的浮华都浪漫都褪去之后仍然能够在你最低谷、最低潮、能量最低的时候，还在你身边陪着你的这种的一种守护者的状态。所以权杖九告诉我们说，它会在什么时候会出现？它可能会在你很多的，或在某一些重要的考验之后，而感觉到疲累，可能想回避、想要躲起来的状况的时候，你也不在乎胜利了，你也不在乎别人的认同的时候，它就会在这一个你在喘息，或是觉得自己也满身伤痕的时候，它就会出现，它就在附近出现了然后呢，我们看到这里抽的一张牌是宝剑3其实我在这里抽到宝剑3的时候，我心里在讲说，我需不需要重抽？因为我们这个题目在问说他在靠近什么样情境里嘛，我觉得权杖九它已经会带来某种负重的感觉，然后我就在想说，我在解牌前，如果我抽到
一样是用宝剑三再继续去说明的，会不会让整个状况每况愈下哈？会让你们听得很失望。可是我在这边再仔细再看的时候，我发现其实有一些不同的状况了哈。我们先解释一下那个宝剑三，宝剑三本来就是一个心痛、失落、分离相关的牌。可是我常常告诉你一个概念，宝剑三出现的时候，它的节奏是快的，它不是在你内心扎针之后停留无限久没有。我都觉得宝剑三是一种尾端的感觉，它要让你快速的认知到某些心碎跟失落已经快要离去了。所以宝剑三并不是代表说这个人的出现会带来痛苦给你，而是他会在你经历痛苦之后，刚好要出现在你的生命之中。这一个概念跟前面的权杖九几乎一样。可是，他讲的，他这边提示的是什么？是你那些痛苦经历已经在尾声的时候，而不是你正在沉在那里最深的位置的时候。所以他这边在暗示说，他出现的时候差不多要结束了。他出现的时候就代表结束了，差不多要跨过那个关卡。所以呢，宝剑三他其实在讲是面对真相的一个过程的尾端。他会让人不得不看清楚某段关系跟某个感觉、某个之前的挑战或工作上的压力各方面已经要结束了，而某些新的期待、新的现实要来了。所以，当你在某一个觉得自己很心碎、流泪，觉得爱情不值得相信，或是各种觉得绝望的时候，它的能量就浮现。所以，它权杖九跟宝剑三的搭配，等于是双重的新能量的展现要来了。他在提示你说，如果当你现在或各方面都感觉到非常低谷的时候，然后这两张牌要出现的时候，他在告诉你一件好消息是，快结束了，也没有多久了，就这样子了。要转换了，几乎有新的能量就进来了，而且它就会是那一个新能量的具体的呈现。所以它的靠近绝对会像一个急速的风。它会立刻吹进你最脆弱的心里，然后抚慰你很多的内在的东西。它会指引你，给予你力量，支持你，并不是说他现在的状况是特别好，或是他本来状况就特别好，所以支持，不是，而是他刚好也体会过这些，他有最好的心得，刚好你可以被他分享出来，所以他会知道。他会敏感到，或是比你其他旁边的人都敏感到，你现在正在这一个低潮，所以他会安安静静的进入，安安静静的陪伴，安安静静的支持你，安安静静的提点你，跟你接住你，这样。所以它的存在并不是要加深你的伤口，不是宝剑三的这个方向，而是立刻缝合、治疗，然后保护、包扎你。然后宝剑三其实在提醒你们两个，痛苦都是成长的必经之路，它是你们快速升级、强烈升级的一个捷径。痛苦出现的时候，绝对是，尤其舍弃、分离各方面的，我们要快速的让这些东西斩断，然后进入到正常的我们，然后用最快的集中的方法，用最短程的方法，让我们立刻升级。宝剑三是在讲这个，所以我才说宝剑三是一个很快速的一个能量。当你发现你很多，譬如说分手，或是断联各方面的，或是有，反正你正在进入你觉得很大的情感的痛苦里面的时候。然后我们这边抽到宝剑三，我就是要告诉你说，已经快结束了，而且你已经升级了，只是你还没有那么重视你的升级。其实这一个转换，宝剑三告诉我们说，我们正在急速的升级之中，而且这个痛苦其实就在尽头。而我们今天在这一题抽到这里，是要告诉你说，这个尽头有它的出现，而且它会在你还没有结束，跟最后需要伸手一把的时候，它就会伸手去把你拉出来。加上前面还有太阳牌，不要忘记哈。所以这张牌透露着某种理解，他的理解，他并不像前面这样，他只是微笑的，能够很容易看淡所有事情的人，这样子肤浅的人出现，不是。其实这里在告诉人说，他是能理解的，因为他在你身上看到他自己的心碎，然后懂得如何陪伴。他绝对不会要求你立刻忘去你现在跟过去的一些痛苦，即便只是工作上的痛苦，他不会立刻要你忘记，而是要让你知道说，你就好好的体会，因为新的人生立刻就会覆盖这些。然后他会在耐心的在你旁边陪着你，看你需要推一把、扶一把、拉一把的时候，他都会伸手帮忙。他要让你知道说，即使任何你接近心碎或是心碎的时刻，都是值得被爱的。所以他会留在这里，让你知道他的注意力跟专注力，告诉你说，任何事情发生的时候，他都会以爱的能量看着你。保护你，照顾你，他会这样子待在你旁边，即便你们还没有进入爱情，即便他只是普通朋友，即便他只是你刚认识的人，可是他一定会让你传达一个讯息是，即便我只是一个刚认识的陌生人或是不熟的朋友，但是我也可以给予你现在所需要的爱。这个就是宝剑三现在在讲的，因为宝剑三本身就是一个划破时空、划破
空间的一种很清晰的力量，只是我们常常会把它归类在是一种伤痕破碎的力量，可是它其中也有带着推动的力量，也有带着理解的力量，也有带着进入回复到理性生活、看待世间客观的角度的这个力量。因为我们心碎的时候，总是能够立刻看到最真实的自己，然后立刻看到卸下所有伪装、武装，然后假装坚强的自己，然后他在你旁边看到这样子的你，然后还愿意给你爱，表示他爱你，他喜欢你，并不是会要求你只能用完美的样子去呈现，而是他会在痛苦里接住你，然后他会告诉你说，你任何的面向只要是真实的，他都会爱着，他都会珍惜。其实这张牌在讲这里哈，因此呢，宝剑三在告诉我们说，当你进入一种心碎的时刻、心碎的尾巴的时候，这些都不用太担心，因为新的世界、新的好能量，它就是要进来了，因为它整个伤痕或痛苦正在努力，因为我们要试出这个，因为我们在努力试出那个伤痕的。时候也会释出一些我们自己内心的空间，而这些释出的空间就会让好的能量自然的留下来，而它的能量就会发现是这个时机，所以它会靠近。他可能会觉得他是要接住你，他要保护你，他需要站在你旁边，即便你们手不手都没关系，可是他知道他需要存在在你附近。那他的好的能量也会慢慢的流进。其实他靠近这件事情，就表示你释出的空间，他走进来了。好。那我们再看到这两张牌的结合了哈，其实我觉得权杖9跟宝剑3揭示了一个很深刻的场景了，就是它的靠近的时候，应该会发生在你觉得内心很受伤，不论是工作、感情或什么，你就觉得你好像对自己有负面的很多的想法啦哦，但是你还在处于自我疗愈的阶段都没有关系，如果你处在这个状况的时候最好哦，但如果你在这个情况你没有到这里的时候，可是这两张牌是在提醒你说，你差不多要进入一个更好的新状况的尾端的时候，因为你下一个新状况要来了，所以在这个尾端的时候，它也会再出来，它可能会给你一种新的助力。可是其实这张牌主要还是针对那些现在正处在某种内心有一些纠结跟受伤，都还没有走出来，或者说还没有释怀的人的话，这两张牌其实是要告诉你说，哈，权杖9代表了某种坚毅、坚持。跟我们为自己生存下来的最后的力量，这个我们绝对不会失去。然后宝剑3代表说，这些心碎跟痛楚的出现，只代表我们已经走到了这些煎熬的尾声了。所以这两张牌同时出现的时候，代表说，它虽然不会以一种最耀眼的方式走到你面前，也不会在你最好的情况出现在你面前，可是它绝对会在你现在最低落或最脆弱的片刻的时候，静静的出现，就站在那里。你会觉得你伸手就有一个浮木或者救生圈在救你。而且这个能量还很强，而且一拉就会把你拉上去。所以它的靠近，它在这种很特别的时间靠近的时候，你在未来在回顾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是很不可思议的。然后因为那个状况，你可能会怀疑很多事情。如果你是爱情的伤的话，你会怀疑爱情还会再出现吗？就它就出现了。然后因为你那时候对很多事情都心里都有非常多的防备，不愿意再对新的爱情敞开。但也正因为如此，它的那个存在，才让你觉得为什么我好像还又被重新打动了。然后那个打动的情况让你知道说，其实原来我还可以爱，这个感觉会变得很真实。然后它的出现呢，它也会立刻要求你要痊愈，它也不会要来治疗你，它也不会希望你立刻停止，它不会，它反而一进来的时候，它会很认真的看着你这些破碎、这些伤痕，然后会轻柔它、保护它，然后站在旁边陪你。它不会特别做什么事情，可是你会知道说，你不是孤独一个人，你不是只是自己在痛苦，然后你在跟他互动、在聊天的时候，即便只是初步的时候，你会发现说他跟你有很多类似的东西，你会觉得你不孤单哦。所以呢，这种靠近，在这两张牌看起来是有一种考验的气息，可是同时疗愈的气息也很大，因为它代表什么？它代表你的时间加快了，你不是独自疗伤的那个慢速度的时间，你会发现有人帮你分担了很多东西，所以你们的感情就会有所加速。所以。然后再看到前面有一些太阳牌或什么能量的时候，你会发现它其实有很多很正能量的发挥，会让你发现说你的那些阴暗的东西也会被它照亮掩盖，你会觉得你的情绪小很多。这种情绪的感觉就很像是说，你一个人窝在家里，对很多难过的事情难受的时候，你的所有的情绪都会被放得很大。那它的出现很像是他带你去大自然、去看海、去看大山的时候，你会感觉到整个大的世界的情绪，相较于你的情绪是很小的，你就会分析，你就会淡忘，你就会觉得没什么。慢慢的，不会很快，但是会慢慢的觉得没什么。心里当然还有几根针还在扎着你自己，可是大部分那一种对自己的责怪，或是对未来的那一种不相信，其实大多因为它的出现已经彻底的被卸下了。而且你甚至不需要再故作坚强，因为你已经坚强了。好，所以
你开始感觉到这个的时候，表示它确实正式进入到你的世界了啦。然后我们来看到第三题第三题就是要讲说，它出现的时候，你身边会有一些什么情境上面的一种爱的征兆，然后就是一些讯息然后我们看到了隐士牌，然后圣杯七的逆位。我们直接从隐士牌来看的话，我觉得隐士牌本身是一个灵魂深处很挖很内心的一张牌啦。那我们看它在这边出现的话，我觉得可能有某些你内在的探索的动机，或是某些你的内在的新智慧，有可能会在你现在很多的独处的生活里面突然受到启发，或是一些升级所以某种你突然对人生有一些新方向，或者有一些新智慧，刚讲的那些东西有出现的话，表示爱的征兆可能有点偷偷的在一种宁静的个人的独处的片刻的时候出现。这表示这个爱情有点靠近，因为他最近好像在他靠近的时候，两个能量的重叠上，你好像有受到某些新的怎么讲就弦外之音啦，你有些想不通的事情，这里就突然因为隐士牌在做暗示，可能就会被启发了。所以隐士牌在这边其实在提醒你爱情应该都会静悄悄的来了尤其这一组所以你可能一个人走在路上，或是在自己房间思考着未来的方向或什么的时候，你就突然觉得你跟整个宇宙、跟整个环境就产生一种共鸣，而且会产生非常强烈的喜悦感，然后会觉得你内心某些东西好像被宇宙或是突然被自己理解了，它很像一个光芒照到你心里的话，这里隐士牌在告诉你说，这就是你跟他的爱的讯息正在某个角度上正在重叠，表示它非常的靠近那为什么会有这个状况？因为它好像本来的能量就非常好。那这一件事情呢，如果我们没有看到前面的太阳牌那里的话，我们可能会不知道。可是刚刚前面太阳牌已经揭示了它的那一个正能量非常强，它能够照亮我们心里有很多不解的问题，能够看得更清楚那主要牌隐士的土能量，它还有强调一种内在的稳固跟内在的力量那是土的方向，所以代表这个爱出现的方式，应该是说，它第一次出现在你的生活环境里的时候，你可能不太会注意到它，因为它会呈现一种非常稳定的状况然后你可能会在旁边观赏他跟其他人的互动，可是却没有对他有特别感觉到特别的强烈的印象。然后但是很奇妙的是你会开始有一点点在内心重叠出某些他所制造的场景。就是我刚说的，就是说，可能你跟朋友大家一起出去玩啊，或什么的时候，他可能也有在，可是你对他不是很在意。然后，可是你会记得，他们一群人玩在一起的时候，好像有个人一直被大家围在一起，好像有一个人在制造热闹，好像有一个人正能量很强，大家跟他聊天说得很开心，其实就是那一个人，只是你们还没有直接的互动所以这些一些。他靠近的时候，某些能量已经注入到你这边的时候，他会在你一个人静下心写东西、看书或沉思的时候，他会突然浮现出来在脑海里。而且是温暖的、舒适的、快乐的，它的那一种正能量已经渲染到你这里的。但是因为隐士牌在告诉你说，有一些能量靠近，像它的能量靠近的时候，都必须要在你安静的时刻的时候，才会再重演、上演、重复出现。因为你要往内心里面去挖掘，就是你在看书嘛，看书、写东西、沉思的时候，是你在往你自己内心挖掘的时候嘛。那个时候，你会把它给你的那些能量的印象也挖掘出来。主要还是我们可以从隐士牌的灯，他手上提的那个灯来讲一下，他是在引导你去把这份爱的征兆把它挖出来的啦。所以呢，某些他不由自主或是不知不觉注入到你内心的某种感觉爱的温柔的力量的时候，会在隐士牌的手上的灯的时候突然被照亮。可是他一定要在你个人独处的时候才会想到，然后也有可能会在梦境啦因为我们只有抽到这些牌嘛等一下圣杯七的逆位有水能量，所以应该也会在梦境里面出现一些。可是我觉得主要的核心还是在你对于自己的内心的挖掘跟内在某些智慧觉醒的时候，你会想到他。那你后来真正跟他熟悉接近的时候，你才会发现说，其实他的正能量的影响已经在他出现之后一直不断的影响你了。所以我觉得这里在告诉你的一些征兆，就是当你开始内在有觉醒的感觉的时候，你就可以注意一下你身边的人了，注意新的朋友、新的出现的人了，没有注意到，因为他其实他的能量扩散的渲染到你这边的，我觉得融合度很强。等到他真的浮现在你面前，跟他变成做朋友的时候，你就开始知道那个熟悉感是什么。你其实开始有一些，好像你看过某些场景，看过某些表情，看过某些情况。
都是因为你在不自觉的情况看到他跟其他人相处的时候，然后再重新对照你跟他的相处，才发现说，哎，很多东西都蛮熟悉的。主要是因为你的生命里面的能量已经有蛮多东西都已经不小心跟他的能量做朋友，习惯契合。讲回灵魂的话，就表示你们的灵魂在第一次遇见的时候，你们灵魂好像已经变得很相处的非常好了，所以才会在他未来真的很靠近你的时候，感觉到他对你的重视，彼此重视，才发现说，哎，怎么契合的这么快，相处的还不错，没有什么太多的问题。主要就是隐士牌这边在讲的。这一份爱的进入后是安静的、深刻的、不嘈杂的，它是一个夜晚的提着一个灯的引者，慢慢的靠近你，到你的内心里面，不自觉的，当你有反应过来的时候，它其实已经靠近你很深了，靠你很近了，而且影响你很多了。然后我们这边看到圣杯七的逆位还有水能量的出现嘛，那圣杯七在正位的时候本身就是一些幻觉、选择跟迷惘的牌了，这个大家都知道，然后它其实是带来某种很难以选择的一些幻想了。然后，可是当它逆位的时候，表示什么？幻象消失，真相浮现所以当它出现在爱的征兆出现的时候，表示什么？这个人出现的时候，你对于爱情本来有很多的怀疑、迷惘，之前的伤痕所带来的某种不相信会在它出现的时候，突然都变成很确定的答案了。因为圣杯七逆位的时候，发现那些虚幻的东西都消散了，只剩下最真实的一个，就是留在你身边的他。因为他会用我们前面讲的这么多，他是用最真实的方式出现给你，然后你当下会意识到说，有人能够这么真实吗？你已经感受到他对你的表达各方面，即便只是朋友的程度他的喜怒哀乐，尤其是大量的正能量的喜悦的时候，你会开始怀疑这个是真的吗？你会开始会想这个，那就表示他真的很进入到你的能量的领域里面，他一直在不断的做影响所以呢，这也意味着说，你可能会在某一个时间意识到说，你原本怀疑的那些事情你不需要再去追逐答案，它的出现就好像会给你某种肯定，就是有你以为没有的东西，有什么东西？有爱的正能量，有专注的正能量，有一个强而有力的火能量的热情在。你原本怀疑说爱情会在之前的失败或是什么时候会出现这么深刻、这么真挚的嘛？真实的有，它会展现给你，而且它不会让你觉得很混乱，它反而会让你看得很清晰。这一个人会让你看得很清晰那我们前面讲了这么多，这个人的能量很强，正能量很强，他会用微笑去面对很多的阴影。讲起来好像很浮华讲起来很像很过度乐观。可是这边圣杯七用逆位的方式告诉你说，没有，这些都不是幻觉，他会用最真实的方式展现给你所以圣杯七在提醒你说，当你感觉到这一个人带着这样子很强正能量出现的时候，其实你不要纠结于过去的那一些啦，就是也不要不要再觉得不可能，应该要给更多的机会，因为这已经是新的领域、新的世界了、新的人了所以圣杯七的能量在告诉你说，其实当这些幻觉去除的时候，留下的那一个其实就是最纯净的，已经最纯净的，已经去无纯净，已经整理过的那一个，所有的杂念都整理完的，所以留下的他会出现。然后你会发现说，这边也在暗示说，其实他这一个人的情绪很简单，他就是觉得我就陪着你，我就看着你我不给你多说建议，因为他也不想，或是他也不会，他只知道说他安定的在你旁边给予一些支持，给予一些正能量，给予一些笑容，给予一些你适时的保护，这个就是他想要给你的爱情的讯息啦。那这个也就搭配着圣杯七的逆位，就是最后留下的那一个单纯、清纯、pure 纯净是什么？就是他的存在。那圣杯七也在告诉你一件事情，说一份真正的爱靠近的时候，它绝对不会让你混乱，它会让你变得很亲民，它会让你觉得很安定。这个就是它靠近你的时候会出现。所以如果你有感受到这个人出现的时候，你发现你很多事情都想清楚了，很多旧的坏的感觉你都摆脱了，你只觉得很亲民的知道说这就是爱的感觉，你知道什么是爱了，觉得有一种 pure 的思维的时候，这个人就对了所以在现实里呢
圣杯七的逆位的征兆，可能会让你以为说，你对未来的梦幻啊，对向往的事情已经没有兴趣了，然后你现在所看到的所有的美好都只是短暂的幻觉，其实不是啦，哈，其实它只是在告诉你说，尤其在逆位的时候，在告诉你说，很多幻觉它都会自然的被你的内在的心灵去判断出来说他们是幻觉，然后最后在你留下来，在你内心的那一份相信，跟你相信的事物，跟相信的方向，你很难否定它，或是把它归类在幻觉说，那就表示它是足够真实的。所以这边在讲说，这个人出现的时候，你会发现他这一个人所带给你的所有东西，你很难否定，你很难怀疑，你很难觉得他只是一时的幻觉的话，表示这个人足够真实出现在你面前，然后最后你就会觉得他是你可以相信的，然后他是唯一留下来的哈。所以这张圣杯七的逆位其实也在讲一个放下啦，就是希望你不要再把一些你想象的、你所期待的一些幻想的什么是最美好的爱情的样子、方向、模式这些东西放下了，好好的看着眼前出现在你面前，对真实的表达出对你的关心、支持的那个人是谁，他怎么展现给你，他其实是不复杂的。这边其实也在讲，这一个最后留在你身边看着你的前面这么多排讲的他这些正能量之外，他是最足够真实的，而且他是很 pure 单纯的，只是想要待在你身边，想要靠近你，他没有想过要离开，其实他内在只是这样子而已。所以我们这边看到隐士跟圣杯七的这个结合啦，其实我觉得他把爱的征兆这件事情描绘得非常清楚啦，就是说这个人的出现会在你非常低谷、深沉、黑暗、寂寞、自我独处、思考一些很难的问题的时候，他会在你脑海里变得很清晰。你会开始怀疑说，为什么只有他，或是他会给你这么好的正能量？你会不想接住，可是他仍然照亮你内心的某种对正能量的渴望。这个就是他靠近的时候给的一个很好的东西。所以这些整个牌这样看下来，只能说啦，这个人的出现算是你的一个 lucky star， 一个救命星，或是一个贵人的方式出现。隐士牌告诉你说，你会慢慢的从很深层的内在理解它的出现的意义，然后圣杯七的逆位告诉你说，你想到的这个意义啊，各方面其实都是很真实的，你不是胡思乱想的，你是想得很清楚的，因为这个人本来就会带来最真实、很难怀疑的一样子出现了。所以呢，我觉得，如果当你在夜晚午夜的时候，发现你一个人在思考很多事情的时候，总是想到某个人。然后想到的时候，心里就会有点开心，即便你们只是朋友或什么的话，那就表示说这个人所带来的正能量是你所需要的。好，那这就是第二张牌的所有希望给你一些不错的方向，然后你可以大概一个方向知道期待说有什么样子好的能量正在靠近中。那谢谢你来听，祝福你们。来我们现在开始从第三章的第一题开始我们这里有宝剑一的逆位跟权杖四者了。我们第一题是说谁会把整个命运全部交给你？这里写的是比较唐突了，可是其实就是说他遇到你之后，他愿意为你付出非常多所以我们抽到宝剑一，宝剑一本身象征某种新的思维突破，然后还有一些清晰的真相会浮现在面前啦。可当它出现在逆位的时候呢，这股能量就会变得比较复杂，而且会出现了什么？会有一些矛盾所以它会出现一种初步的行动里面会有一种延迟啊，方向感会有一点混乱啦，有一种可能有一种欲言又止、很难说出口的东西所以这边放在一个谁将把命运交给你的这个提问里面的话，他指向的这个人，他心中其实早就知道你很重要，但是迟迟无法对你表达他对你的喜欢啊各方面的表白很难，或者是他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方式去让你明白。所以这样子的人呢，我觉得他应该也已经在你的附近了啦，可是他外表上应该会保持得非常冷静理性，可是他内在的澎湃跟那些暗涌都是一些想要对你说的话，他非常渴望顺着这个命运，或是把他的人生的故事线交付于你，或是跟你的连接在一起。但是宝剑一的逆位我觉得让他有一点该怎么说？应该算是举棋不定，有点犹豫因为他害怕他现在的那种内心的澎湃的感觉啊，对你直接对你表达会太过直接，而且的确会非常唐突，所以他会因为也害怕说他如果现在都不做表达，或者不做各种亲近的话，太过于隐藏，反而会错过一些时机啦。于是他现在宝剑一的能量逆位一直在他内心成为某种压抑跟徘徊的能量他
所以他现在明白说，他必须要在等待一个契机。可是那个契机是他能够揭示自己现在的内心的很多的误解跟难题的答案出现的时候，他才那个契机才是出现了。所以宝剑一的逆位其实也在讲说，他对于这份关系跟想象里面出现了某些误解哈，所以他其实，在靠近你跟你互动的过程里面，其实会显得有一点点小小的笨拙，可能在语言上啊、行为上啊，可能会完全无法一致哈。有的时候你可能会怀疑他是不是真的在意你啊，或者他跟你沟通的时候，你会发现说他到底在表达什么这样子。因为这张牌其实在告诉我们说，其实他内在的心意哈，要透过他的具体的表达的话，现在变得比较困难了，所以他一直在等待某些比较好的方式，或是他还在学习，或是感受到一些比较合适的方式，才能够跟你表达。因为这张牌出现在我们这个题目它逆位的话，它也显示出他自己的生活里面可能也面临非常多的困难跟抉择啦，所以他现在其实也很难完全专注于找到跟你互动最好方式的那个答案。他现在也不太容易找得到，因为他现在的思绪应该是处在一个比较不清晰的状态哈，因为他还在宝剑一，然后就逆位了，所以他还没有进入状况了。所以他现在有很多各方的，我觉得不是很整齐、很有秩序的能量在困扰他，所以他内心其实还蛮挣扎的，因为你已经出现了。其实这张牌有在揭示一件特别的事情，是你已经出现在他眼前了。那但是他很明白，当他都搞清楚的时候，或是到你面前对你做出表达的时候，他等于是把自己的故事线跟他的命运也都交出去了。他其实还蛮明确的知道这一件事情的，所以他现在这些踌躇跟犹豫，其实也算是处在一种非常理性之中，只是这个不确定性有点太高，然后他内在的那一种很真实的渴望又非常明确，所以他现在就是在处在这个挣扎里面了哈。所以没关系，我们在等他，因为现在只是在宝剑一的初步状况，后面还有很多号码，还有很多的牌，他会想出那个方针的，会找到那个答案的。然后我们再看看权杖侍者在这边出现哈，因为他跟宝剑一其实还有一些差距的，完全不太一样的哈，他们应该会有不同的出口跟不同的诠释，所以我们在上面那个宝剑一的逆位的时候，有感觉到他的停滞跟他的踌躇，可是权杖侍者应该会有其他的影响力哈，然后有一些其他的火种、其他的方向，他的新的视野应该会出现。所以权杖侍者本身牌意上面是讲说一个充满活力啊、好奇啊、探险的一种能量的牌啦。那他的创造力啊跟冒险心也在这里非常被期待。所以当他出现在这里的时候，他告诉我们说，虽然这一个人前面有这些矛盾踌躇不敢说出口的话，可是他内心的那个赤子之心一直在推动他往你这边走过来。他或许现在的状况不成熟，但也正因为如此现在这个状况，你看它的不成熟包括了权杖侍者的能量，还有宝剑一号的能量，所以它现在不成熟是正常的。但是正因为它现在这个状况它的能量会处在一种非常真诚跟纯粹的，所以它的靠近其实不是出于他一定要去，或是他给自己的压力或什么的，因为他现在真正的靠近，他内在有一个很 pure 的感觉，是他如果要真的靠近，是因为他只是想要跟你创造新的故事而已。所以当他回到前面宝剑一的逆位的状况的话，他的这个心意他还没有整理好啦。整理好变成一个具体跟完善的行动，一个他内在，我们刚刚讲他内在有一个很不错的方向感，其实就是这个，他知道他未来想要跟你创造出新的故事，所以他愿意把自己的故事也交付给你，因为他觉得两个人共创的是同一条故事线。所以权杖侍者带来的讯息呢，是说他的靠近应该他会在他没有说的答案都找到之前，他就已经一步一步的靠你很近了，因为他相信说，即便他心里有一些答案没有找到的话，就像前面那一些你要记得，刚前面宝剑一给了非常多的困扰跟无解的答案，他在等一个契机，对不对？可是他虽然心里在等一个契机，可是他内在还是相信说，即便答案都没有完全出来的话，但他仍然可以跟你表达他的心意，因为他觉得跟你一起探索未知也不错。所以呢，现在他前面在等的契机是什么？我觉得在等的是他的这一份相信有到了一个很强的饱和度的时候，或是超越了他前面那一个宝剑一的各种的怀疑、内在挣扎之后，那个饱和度的能量更高的时候，他就会知道说，那我相信未知了，我们一起去创造好了，不需要在这边踌躇浪费时间。所以呢，我觉得当他非常觉得可以行动出动的时候，他会在你面前呈现出一种很温暖、很勇敢的方式，这样。
然后他也会让你明白知道说，他其实也不是那么确定，然后他也告诉你说，他其实也没有完全准备好，但是他还是觉得应该要先跟你讲，一起往前走，这样。哦，这个答案跟前面2张牌的完全不同，其实今天3张牌的方向都完全不同哦。那么这张权杖4者所带来的讯息呢，主要是说他可能就是那个会主动的人，他是一个最主动的人。那他主动之后，他不会担心太多的话题好不好或什么，他觉得他只要依赖着真诚的靠近就可以了。然后他其实已经在你附近观察你非常多了，关注你非常多了，他知道你很多的喜好、梦想、喜欢的东西，他的朋友各方面的哈，他可能看留言什么的，看你的 po 文的文字，他也大概抓取得到你的一些个性。这样，其实他我觉得他算是你生活里面他其实很容易靠近你的人。然后他在心里有默默的把你做的所有事情当成是他的某一种指引跟方向感，他有一点点在追随你啦。然后也因为这种追随的感觉，所以他发现他也明白你很多的方向跟感觉什么的走向啊，心里的渴望啊，即使有一些小小的梦想的四处，他好像都还蛮明白的。主要是因为这边是逝者的能量，所以他内在思考这件事情呢，是一种比较年轻的、比较单纯的方式去思考这些事情。主要是他内在的热情是非常热烈的啦。他其实的状况比较像是把跟你靠近你，或是跟你一起从朋友变好朋友，或是交往这个整个路径，他把它当成是一个学习的，而且他也会承诺你，你们要一起去创造，他不会离开这样，因为这是权杖4者的能量嘛，所以他是真心的想要把自己的命运跟故事线交给你，跟随你哈。因为权杖4者这个 pure 的心啊，已经告诉我们说，即便刚刚宝剑1逆位有这么多的一些阻碍啊、思索啊、怀疑啊，可是好像慢慢的会无法阻止他就这样子，可能会贸然的或是不成熟的靠近。好，那你会因为他这个靠近会觉得他这个人，我觉得这跟年纪没有关系哦，而是他对你的方法是这样做哈，所以他靠近的时候，你会发现说，这个人内在那个赤子心、那个纯真、那个热情，你会很喜欢，因为他有一种我不怕未来，我也不怕未知，我只相信我们一起走的话，可以一起经验这个未来。他在想的是这个。所以我们看到这2张牌的结合，其实它确实是很矛盾的，对不对？因为它有一种热情的冲动嘛，那个权杖4者冲动要往前，可是它有宝剑1的逆位，它的矛盾压抑着它无法往前，其实是它在这个挣扎里。可是我觉得这是有先后顺序的，它不是同时的，它会先宝剑1逆位的矛盾挣扎压抑之后，结果内心的热情却冲破了这个自我设限的障碍。因此呢，你会发现它出现在你面前的时候，他开始会从朋友或什么对你好，让你发现他好像有想要变得更重要，想要让你发现他的价值这些的。可是你会发现他好像有点小小的混乱，可是他内在的那个能量又很正能量，又很明亮，很舒适，好像只是变得很活泼、很浮躁，可是好像又值得信赖哈。他的语言、他的表达方式好像不完美，可是你发现他的心意又比其他人更加的诚恳，所以他的靠近会带来很多的不确定感，可是它带来那一种对未来展望的希望，又好像是你心底很向往的。所以其实这个人的出现，其实可以慢慢的相处啊，你会发现他内心其实不断的在进步，他其实有不断的在进步哈。来，我们继续来看第2题第2题我们要看的是说，你跟他的距离怎么缩短了？这个就是一个方法的部分哈。所以这边有圣杯骑士跟宝剑国王，能量都很强。那我们先看圣杯骑士的部分哈，圣杯骑士本身就带着一种很浪漫啦，有梦想，在追寻一些未来目标、梦想反正就是比较浪漫主义的方向的一个牌。基本上我都会跟你说，圣杯骑士一出现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直接套用那个罗密欧与朱丽叶的那一种爱情模式了啦。所以呢，这张牌代表着是非常强的水能量的流动，情感的流动，直觉也是非常敏锐的，而且还带有强烈的行动力。所以当它出现的时候，它在告诉我们要缩短你们跟他的之间的距离啊，就是要透过2个人内心的情感的交流，达成一个内心的桥，你们的关系就会变得很近。所以当他在前面第1题看到的，你们一靠近开始有互动的时候，如果开始讲内心的东西的时候，你们的关系就会进步得很快。所以圣杯骑士在意味着说，他其实走向你不只是有热情，他还很用心。他靠的不是冷漠的去计划或算计到底要怎样才可以得到你的心，那不是。他其实就跟前面的权杖骑士
学长试着讲的一样，他会让你感受到他的真心，他是真的想要去理解你他是用情感去跟你做连接，而不是去用很多的方法。他希望真的在身心灵各方面都能够跟你搭上一个桥，他想要理解，他想要靠近你，然后两个人一起创造那一个彼此的共同的那一个故事线。所以对你而言，如果想要缩短这个距离的征兆的话，那就是当它出现或者你感觉到存在的时候，尽可能的更真诚的坦白表达你们内在的情感，这个距离就会很快很快就消融，会见得非常近。毕竟这边代表的这一个距离，跟这个桥梁是用圣杯骑士所代表，所以它其实变得比较简单，它只要用直觉、真心、情感的交换，都会得到很强的回报，所以他也会感觉到说，他付出的那感情，你都会给他不错的回报，他会越付出越多，他那个热情的火能量也会上来，水能量也会开始去抒发，或是去感受你内心所以他不是很在乎外表行为那些的，他渴望的是跟你的心灵的相通啦。所以这张牌在提醒你这个情感的展露都是细水长流的，它是在一次一次的内在的分享想法的时候，然后你们在彼此面前呈现出某种脆弱跟真实的时候，你们的距离就越来越缩短。即便只是朋友，然后会变成很不错的谈心的朋友，也不用特别确定关系，可是你们两个人的在心灵的交流的依赖感会慢慢的增加它就会变成是两个内在的灵魂需要有彼此对情感的依赖的一个成长的过程。所以呢，圣杯骑士也代表着是一种浪漫的邀请它绝对是主动的，它会比你更多的主动去透过讯息语言或是跟你约出来他只是想聊天，了解你内在，去了解你心里，或是希望你可以把很多一些生命生活里面的一些垃圾情绪丢到他身上，他都 OK， 他完全不会拒绝他害怕的是跟你的内在心理的交流，那一个河流干枯了，搭上了桥下面的水疗居然就没有水，他怕的是这一个。所以只要你用心的回应他都会用心的去提问，他都会用心的去关心你，去靠近你。所以圣杯骑士这边所带来的讯息它是一个我觉得只要你们两个内在心灵的交流沟通或者交换够多，你们会一直不断缩小两个人的心的距离，而且两个人的互动里面不要害怕展现你的梦想，不要害怕展现你的渴望因为你们两个人能够看到彼此最真实的地方，就是内心的那个真正的语言说出来的时候，不要在脑海里想，真正的说出来抒发的时候，你们每一次都在缩短你们两个的关系的距离。再来，我们到宝剑国王宝剑国王跟刚刚的圣杯骑士是一个完全不同方向的吧？我们看他这边诠释了什么因为宝剑国王本来是一个理性清晰判断因为他有土它也有土能量在里面，它是一个稳定的，它思考非常稳健的那他掌握的是思维上面的绝对的冰冷的，可是很高的智慧的牌，所以他跟圣杯骑士成为两个绝对的对比。因为圣杯骑士是一个情感的流动嘛，可是宝剑国王是一种理性却冷静的。所以在这边出现的时候，他在告诉人说，你跟他缩短距离，除了圣杯骑士的情感的交流之外，还要有诚实的沟通，不是只是抒发内在还要有沟通。因为他来讲说，你们仍然会有不一样的位置，那个时候要诚实的表达自己的渴望的时候，会达成一种高效的沟通。所以宝剑国王在这边意味着说，你跟他可能都是很重视真相的人，所以在重视真相跟真相浮现出来的时候，才会用很深的真诚的情感去做交换嘛。所以呢，他会不喜欢拐弯抹角，他会把事情问得很清楚。所以你也可以很放心的用你真挚的情感跟真挚的理解，理智的也可以去表达你心中的渴望。诚实与透明是你们两个这份关系拉近距离的基石，而情感的交流是方法，懂吗？所以对你而言，这个缩短的方法，这个牌子讲的是其中之一，就是只要直言诚实的讲就好了。其实它搭配的情感的流动跟内在的讲的话，其实你只要抒发内在情绪的时候，就不要太多的装饰或是隐藏，清楚的告诉他你的想法跟立场就可以了。因为这边会出宝剑国王，就代表说你们彼此都能欣赏这种坦诚啦，不用害怕因为这一个方法里面会让你们彼此都了解到说，其实你们是认真的，对于看待爱情不一定是看待这个人而是两个人都会诚实的表达出对看待爱情是非常真诚的，然后慢慢的会怎样放下防备，就会拉近距离了。所以这张牌在教导我们其实这张牌教导我们在爱情里面关系的
关系啊，缩短距离啊，慢慢的变靠近，变亲密哈，不是失去自我，不是给太多或改变出自我，而是清楚的、坦诚的画出两个人的形状，画出两个人的边界，而展现彼此的尊重。两个人诉说出彼此的要求，而做搭配、做交换，好。然后不是只是情绪上的混乱，不是爱情是最伟大的，我什么样都能付出的这种混乱，不是，而是心灵跟思想上的一致。心灵就是水能量，你们内在的直觉是一致的，那也是经历过坦诚的抒发跟交换。那思想是你们理解事物的时候，也是因为经历了诚实跟真实而达到一致。所以你们两个的互动关系中要保持非常的清晰，要清晰的展现彼此的心意，然后还能够维持彼此的独立性，这样子你们两个才会拉近。看似好像两个隔开了，可是没有，其实你们两个拉得很近，因为你们保有尊重彼此跟看得到彼此的真实，就没有那一种担心害怕，不需要问很多。结果你们两个才会拉得越来越近，会变成1+1等于1的一个状态。所以宝剑国王象征的这种高度的判断，他其实这边在提示你说，在这个判断里面，你要观察你是否每一次都足够真诚。那这个真诚是否能给你带来足够的稳定？你当然也可以像圣杯骑士一样，不断的主动的示爱，或是表达你的情绪，做交换，然后得到他也可以，他也会做这件事情。可是更重要的是，宝剑国王在讲的，但是这个过程里面是否跟你的真诚是保持一致的，而不是只是单方面的腐烂的去丢出自己的内在的情绪，只是想要去依赖他，跟之前的爱情一样。只是想要享受这一个爱情的存在，而没有真诚的那个。他这边宝剑国王在告诉你说，记得不要害怕真诚，因为这个是你们两个的关系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因为他可能是无条件的去要接住你，所以你给他的所有东西，他都会100%的相信。所以你给的真诚就会变成像是一种无瑕的交换。这样子你也会得到他无瑕的付出，两个人做一个交换，你们就会得到我刚刚讲的1+1等于1的那个结果，走出自己的那个故事线了。好，那缩短距离的速度也会加快。其实这里讲缩短距离的话，宝剑国王跟圣杯骑士同时出现的时候，我觉得速度是蛮快的，它其实是会加速。所以我们这边看到圣杯骑士跟宝剑国王的组合嘛，其实我觉得他讲的是两个道路，两个都同时可以进行，只要情感的真实的去诉说。然后再去理性的判断自己的真诚，这样子就可以了。其实他这两张牌是我觉得是个非常完美的展现出理性与感性的部分，你们都有路可以走。然后他理性与感性就是说，你们两个在交换内心的时候，其实可以表达出自己个人对人生生命的一种坚定，但也可以展现出自己内心破碎跟脆弱的那一个柔软，你们都能够互相接住啦。所以这边在讲的是说，他这边开了这两条路，就是说爱情它并不是一个单向的去表达，它其实是一种双向的浪漫跟理智的交换。所以当你们心理上有了流动，你们脑袋里面的那个理智也会被理解，会慢慢的这个会这样来往往的，所以你们的内在其实是蛮丰沛的啦，不用太担心很多的误解。所以我们就到了最后一题，第3题它的出现会怎么让你认出它？其实这边在讲的是一开始出现的时候，你怎么确定到它的存在了？那这边抽的第一张牌还不错，是力量牌然后再来是倒吊牌的逆位。倒吊牌逆位的时候，其实是走向比较好的视野的方向，所以后抽这两张牌是还蛮不错的。所以我们先从力量牌来看力量牌本身带着一个很深层能量的感觉，然后它这一个能力却是一种温温的细水长流的能力，在底下的柔和的有耐心的去理解对方的那一种力量那这张牌的火元素带来某种内在的勇气，其实它在告诉我们说你应该会在某种温柔又坚定的氛围里面认出它，这个很抽象。那我们再往下讲，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当它出现的时候，你会直觉到有一种温柔的力量的靠近，而不是外显的那种有侵略性的能量的靠近。所以他这边讲的是他所散发的能量，而是他给你的那一种温柔的能量，会让你发现说内心有一种安定的感觉。所以这份安定的感觉，再搭配我们刚刚前面讲的圣杯，还有就是圣杯骑士跟宝剑国王那里的时候，这里终于揭示了为什么你们会做那一种理智跟感性的交换，因为它的出现的时候会产生某种很温柔舒服的安定的能量。他不会张扬，他不会夸张的去表现自己的优点来吸引你，而是当你跟他对望的时候，你会发现说，为什么跟他对望的时候，你总是觉得很放松，可以卸下防备。这个正是这里的力量
牌的象征啊，因为力量牌本身它就不是那一种破坏性的力量，它是那种温柔的底下的抚摸的被支持的让人安心的一种力量，而且力量牌本身也代表一种控制。想要去控制所有事情的欲望的能力，所以当你遇见他的时候，你会发现，他拥有一种会自我约束、自我自律的一种气息。他不是那一种会随便沉溺于自己所有的情绪跟欲望的人，这就是力量牌所带来的他的本质哈。他喜欢在面对这个世界的时候，会用温柔的力量去解决、去面对。他不急躁，也不逼迫他人。好，所以他出现的时候，你发现他各种的能量啊、格局啊、气场啊，整个状态会让你觉得你想尊重他，跟想要好奇去理解他为什么这么有魅力。所以你会在他很多的小细节认出他。所以这里在讲的是说，他出现的时候可不是只是他喜欢你，你可能会被他的魅力所吸引到，因为他身上有某些特质就是你所需要的。那这方面看出来他跟他的朋友相处的时候，可能他会有那种细心照顾大家的一种耐心，然后会发现说有一些问题出现一些小事情的时候，你发现说他可能是里面保持最冷静的人。他不是故意要炫耀他这样子，而是他本质上在日常生活中，他就是这样子让自己安定。那这份安定自己的能力，却散发出一种安全感。所以他的力量呢，也同时证明了他内在有一种心灵的启发的勇气。这个是什么？就是他发现自己脆弱，发现自己需要提升，发现自己需要学习智慧，或跟外人说，他心灵就会有一种想要去学习的勇气，想要去提升的勇气。即便发现这个是有难处的，即便这个心灵的提升是要挖到他自己的旧的伤口的，他也愿意为了提升而提出这个勇气去改变。所以当他出现的时候，你会发现他很理解你的内心，因为他一直在不断对自己的内心做这个训练，然后他敢直视你很多的恐惧，还有直视你的爱的方式，所以才会回到前面圣杯骑士的，你们的内在会有很强烈的情感的交流，因为他靠近的时候，你会发现他是可依赖的。因为他看得到你内心，他能理解到你的内心。你发现你内心有很多你不想面对的答案，或是迷雾的答案的时候，他好像很快就洞察到了。所以他带着力量牌的这个方式出现的话，我觉得他在你的生命里面任何的关系，它是复合性的，他绝对不是只是单纯的要成为你的恋人，他甚至也可以成为你的灵魂伴侣或是好朋友这样，因为他可能是很多人里面最能够进入你内心的人，理解你的话语的，你们的内心的内在灵魂的语境应该很雷同，然后他又透露了一种很温柔又坚毅的力量，然后你很快就会觉得你会很放心的把你内心的很多话都告诉他，甚至有可能第一次见面就会讲出来了。好，所以呢，我们再看到倒吊人的逆位倒吊人本来是一个静止观察然后停滞牺牲自己，然后看事情的角度是不同的。然后可是当他逆位的时候，他会出现什么？他会出现等待跟停滞已经结束，他已经看到了可以行动的契机、时间点跟视野了，所以他会抗拒停滞，抗拒拖延。所以放在这个问题里面，他告诉我们什么？你会在一个可能生活上，一些没变化，可是有找到新的契机、新的方向的时候，就是已经要结束那种无聊生活或是无聊的困局的时候的心态情境的时候，发现它出现了我们再往深一点讲啦，就是说倒吊人的意味着说，它的出现会带来一种新的推动啦。就是说，你可能长时间会觉得自己的生活没有变化啊，爱情的观念各方面都停留在原地啊，甚至觉得你的生活一切都没有不上不下，没有进步，找不到进步方法。而当它出现的时候，这种停滞会被打破。你会开始感觉到很多事情在跟他互动交流的时候，发现怎么有齿轮开始动了，好像一切又开始有活力了那心里原本的那些你以为都没有进展的，其实都不是停滞，而是你没有感受到对未来的渴望跟那个新的活力被注入。你觉得你没有那一种生命力，可是当它出现的时候，这个新的生命的感觉就注入了，你才开始感觉到说，其实你是有在动的，然后你会误以为这是一个新的推动，其实不是，而是它的出现凸显了你内在那一个你可能忘了很久的生命力，或是它本来的出现跟你的交换或内在的那一种互动，它真的是带来一种新的生命力的感觉给你，你可以学习，你可以依赖，或是它就直接带着你走。
会这样子。所以回到前面才说，你们内心的理智跟感性的互动交换是非常重要的，让你们两个拉近。所以那种拉近是你们可能一开始第一次遇见的时候就拉近的，主要是你有很多东西被打动了或被启动了，所以它会让你看到说你自己内在有一种不知不觉的被突破的感觉。他可能会在对话里面发现你很多思绪、想法、很多的规矩，本来没有想过会被打破那种价值观跟想法，他好像轻而易举就打破了。那个只是在告诉你说，你只是没往那里想，他只是告诉你一个新的方向，你才发现说，其实你想得通，只是你以前没有被他这样子引领去往那里新的想法想，所以它会带来很多新的思考，还有很多内在的交换，然后你会达成他的信任之后，对他的这种新的思维的思考学习的很快，所以你会发现说，你跟他在一起认识之后进步的很快，就像倒吊人牌在讲的，就是终于那些停滞要结束了，有一个新的行动要开始了。所以他的出现对你来讲是一个礼物，是一个贵人的牌，因为他的出现很奇妙，他自然而然的就改变了你很多现况的僵局。所以倒吊人牌的逆位也代表说，他会用另外一个方式看到真实的你，然后那个真实的你可能自己忽略了，可能有点忘记了，然后那个真实的你可能可以用到爱情里，所以它的出现意味着一个很奇妙的视野啦，因为是用倒吊人牌逆位，你会发现他看到了你某些你不擅长的面向，或是你好像遗忘很久的面向，像小时候的自己啊这种。可是他好像在他眼里，他看到的这些是你没有收起来，你也没有你也没有去把它美化或包装，或是用其他的个性人格各方面掩盖。他一看到你的时候，就看到了这些。所以你跟他互动的时候，你会发现说，奇怪，他好像点醒你了，或是唤醒你以前的自己，很多以前的自己，而那个以前的自己是比较轻松自在，没有这些新的生活的束缚啊，各种的。所以在第一次遇到的时候，可能就会有很高度的内在的心灵的交换，就像我们前面讲的，因为它带来的这个安静、自在、安全感的力量，就像前面力量牌讲的，会让你突然很快的觉得，你也可以把自己的可能喜怒哀乐或是困难都交给他，因为他那边好像有非常多的破解的方法。可是为什么？其实主要是他看你的角度跟其他人看你的角度是不一样的。他只看你那种很 pure 很真实的角度，所以他会发现说，你原本是这样子的人，我觉得你的个性是这样子啊，为什么你表现出来的时候好像是有很多的改变，或是有很多的方法，或是有很多的面具这方面的。可是他不在乎，所以他会用。他跟你对话，跟你互动，他是跟着你，他所看到的那个最真实的你内在那个你去跟你互动，所以你很快就觉得说，我好像不用害怕把自己内心跟一些直觉或是一些痛苦的东西不用因为害怕而不拿出来，因为他已经突破了那个害怕的那个墙，他就直接就进入了，直接跟你的内心对话了，因为他就是这样看到你的，所以。他的出现为什么会说是贵人的牌？因为他知道你，他认得出你，他是这样子的出现哈。所以，尤其在倒吊人逆位这边，我一直在讲说这是一个视野的转换、视角的转换，因为他看的你跟别人真的不一样。那他开始看到你是长这样，他的行动就会也跟别人不一样。他本来就更主动会跨出这一步去探索你内在的，他不是很在乎你如何隐藏内在的东西，他不是很在乎你拐弯抹角的把自己隐藏起来，他不是很在乎，因为他很容易就轻易的就打破你们之间的这些阻碍，就直接进入内心，他会直接问你说，不对啊，我觉得你本质上，我觉得你本来不是这样子想的吧，你应该有另外一个想法吧？那时候你就被叫醒，说对，其实我有另外一个想法，那是我不敢说的自己。他会很快就这样进入，所以我们再回到前面，宝剑国王跟圣杯骑士那边说的什么？你们两个拉近距离，就是因为内在的情绪的交换跟脑子里那些理解事情的价值，坦诚的做交换的时候拉得很近。
那他拉得很近的速度会比你们想象的够快，因为他不是故意的或是刻意的要走这么近，他是自然而然的就走进来了。好，你跟他相处就是这样，很快就会发现，怎么会一个刚认识没多久的人，好像比其他你认识更多的人理解你更深，而且把你看得很透明、很清晰，而且他也没有要去伤害你，他只是觉得为什么其他人没有看到，我一眼就看到啦。为什么其他人没有办法理解你内心的痛苦？我一下就知道啦，他会让你有感觉到这个讯息哦。所以，我们看这两张牌的结合啦，其实它揭示了一个讯息是：从力量牌跟倒吊人牌逆位的时候，哈，你要怎么认出就是他？你会发现他比别人都能轻而易举的看到你内心那些害怕说出口的东西。然后，力量牌本来就有一些安定跟勇气嘛，所以我们以为那个勇气是在他身上用来靠近你的勇气，其实结果不是，而是在你身上有一个要诉说给他你内心很多话语的那个勇气，因为他其实是怡然自得的靠近，他很自然的就被你很多东西所吸引，他就这样子走进来，其实他是用灵魂的共鸣靠近你的。所以你内心有很多东西对他来讲是很真实的、很透明的，他在跟你内心那个东西对话，所以他一开始就跟你对话，所以你觉得很安心，然后很快的你们就会打破僵局，就基本上也可能也没僵局，然后在很多的对话的深层度啊，会比你跟很多人聊天来说前进的更快，甚至很快就会讲到未来你们可以一起去做什么，你们的磨合期节奏很快。我甚至觉得你们这一组选到3张牌还没有什么特别的磨合期，它比较，在我这样看来，我觉得6张牌看来，我觉得你们的灵魂在以前不同的象限里面已经认识蛮久的了，好像很熟悉彼此。然后这一次的遇见只是突然间他的出现拿了非常多的钥匙，只是一个门一个门一个门打开，然后就看到你，就这样轻而易举的。反倒是你这里，你会比较不相信说有这么顺利吗？有一个好像无阻碍的人，就这样子带着很好的能量，就这样靠近，这样是对的嘛？可是记得，这个人出现蛮像你的 lucky star 的出现，所以我说他出现所有一种复合型的关系，他不一定是要成为恋人，他可能会是你的灵魂伴侣，或是你最好的朋友都有可能，或是这3个都混合在一起成为你的恋人也都有可能哦。因为他的靠近，在力量牌跟倒吊人牌有在提示一件事情哦，你会不小心的觉得你被理解了，而愿意被守护。你愿意被他守护，因为好像这种保护的感觉是从他深度的理解跟看到你、找到你的这个感觉而去诠释的。你会知道说交给他保护是蛮好的，然后你会毫不犹豫的就知道说就是这个人。而且我觉得在这里的牌看起来就是很快的速度，很初期就会发现了。你们不会日久生情或什么的，你们不会从朋友这样子慢慢摸索发现没有。我觉得在初期你很快就会知道是这一个人了。好。那这就是3号牌的哈，我觉得3号牌这些都还蛮顺利的，希望给你一些不错的乐观的方向哈，我们就慢慢的在感受哈，记得用真实开放的心去感受这个人的出现就好了。那谢谢你来听哦，祝福你。